海贼王里那些每次登场时的迷惑行为，大佬们的每一次登场往往是各不相同。不过还有一些人的每次登场都保持同一种风格，但却细水长流，有一种奇特的仪式感。吴老星每次集体登场都在摆 pose， 一直以来此时此刻恰如彼时彼刻，虽然不是同一时间，但是同一地点，熟悉的房间，熟悉的那套沙发。而且吴老星每次集体登场时摆 pose 的构图颇为和谐，姿势足够优雅，乍一看还以为是老年模特团。而且看样子他们内部似乎有2个约定俗成的规矩，一个是每次登场必须得有人站着，吴老星对应火水木金土星，也正好是周2到周65个要日，那他们老哥5个就轮着站吧，周天休息，周一跪着。不过最直观的原因是沙发不够坐，谁先到办公室谁先坐，挤在一起构图就不优雅了。但世界政府随手几个亿的悬赏令随便发，这么大的房间却不舍得多买2组沙发。第2个规矩，他们每个人坐哪好像都有讲究，大多时候财务武神和法务武神这俩是坐中间的 C 位长沙发上，他俩身边经常站着老是抢不到座位的环境武神，而农务武神和防卫武神则是分坐2侧，有时候可能会有点不一样，但基本上搞得跟他们各自的专座一样。在吴老星拜见一母之前，环境星和防卫星这俩人最奇葩，其他3个有时候坐有时候站的，他俩一直是一个站着一个坐着，当时就感觉这俩人真怪，一个坐不下去，一个站不起来。而吴老星站着的数量也代表海贼王完结的进度，比如吴老星初登场的时候只有1个人站着，从水之都到顶上战争阶段都是2个人站着，2年后基本上都是3个人站着。从世界会议篇，吴老星已经开始全站起来了，这个推论乍一听很扯淡，但仔细一想非常有道理，毕竟5个人都站起来的时候就说明要打终极一战了，可不代表快完结了。然后是布兰纽的每次登场，他每次登场必然在开会，所以人送外号海军金牌讲师、 PPT 果实能力者、开会王，从2年前开到2年后，从动漫开到剧场版。斯摩格当时升准将的时候，还是吴老星把打败克洛克达尔的功劳算在了海军头上，强行嘉奖所得。而开会王只需要开会就可以从少佐升职到准将，所以在开会王公布4皇悬赏金的时候，赤犬半道闯进来了。赤犬表示行了，这回别开了，再开几次怕是要骑在我头上了。不过布兰纽有一次登场是出现在顶上战争末尾，给战国汇报推进城的情况，而且头上还缠了绷带，连开会王都上战场了，可见顶上战争海军算是掏光了家底儿。不过由于并没有开会王的战斗画面，所以开会王的绷带可能只是因为领导都缠了，自己身上不缠点说不过去，也可能只是为了骗医保。当然开会王的登场其实挺重要的，因为只要他一登场，那就说明这一话的消息会很炸裂，不是大事件就是悬赏金。然后是 CP0 3人组每次登场好像都在搞什么前卫的时装舞会。 CP0 3人组首次登场在德岛，当时第一眼觉得真的挺帅的，毕竟这穿搭好像有点超前了，但同时也足够沙雕，毕竟 CP0 是个谍报机构，这哥仨穿成这样还光明正大的走在街上，且不说这样能不能查到什么情报，自己的行踪先被人给拿捏了。当时罗看到 CP0 就说 CP0 一旦出动一般没什么好事儿，看吧，罗他们就聪明多了，搞地下工作不能太嚣张。在鬼岛 CP0 就这身打扮，到处抓罗宾，这一点 CP9 就很懂，等完成任务了再拽起来也为时不晚。所以 CP0 犯了干 CP 的2大忌讳，一个是足够嚣张，还有一个就是让6式铁块现实返场。不过 CP0 这企业文化似乎也不是1年2年了，从大妈小时候他们这个部门就这样穿。当然世界政府也不止一次有类似的操作，比如一点都看不出来是押送机密文件的机密船，怪不得福兹福押送的尼卡果实能被红发截胡，这就合理多了。草帽一伙登陆后的闲暇时光都在做些什么？草帽一伙人在一起虽然欢乐，不过每到一个地方都要经历几天的海上航行，不止路飞这样的野马难免觉得枯燥，其他人远远看到城镇后也会想放松一下。草帽团当时到达罗格镇的时候，对当时的他们来说这就是更宽广的世界了，每个人都安排了自己的项目。山治要去看美女和采购食材，乌索普要去收集装备，娜美要去买衣服，索隆想买刀，路飞要去海贼王罗杰的水星台看一看。这一次的吃喝玩乐也让他们满载而归。山治获得了超大个的橡皮金枪鱼，乌索普获得了一些装备和杂物，他还买了一些鸡蛋，后来乌索普有种弹药名叫臭弹星，娜美买了一大包衣服，索隆获得了血走和3代鬼彻，路飞获得了阴魂不散的斯摩格。对路飞来说，出海最大的乐趣就是未知的冒险了，还没靠岸路飞就会兴奋地跳起来，但是吃饭和冒险一样重要。登陆小花园的时候，路飞还不忘给山治先要便当，到了阿拉巴斯坦，路飞还不等其他人下船就狂奔出去找餐馆，因为实在是饿得不行了。到了空岛，路飞抱起空岛野果就要生啃，结果比铁还硬。到达水之都的时候，还有香波利群岛的时候，期间路飞除了玩一样没有忘了吃鲜嫩的水肉，路飞一口气买了10个。在香波地，路飞买了一大堆鲜贝和巧克力，玩的也是满脸笑颜，非常尽兴。2年后的路飞一样没变，渔人岛上来一顿吃，庞克哈萨德上来一顿吃，德雷斯罗萨上来一顿吃，万国上来一顿吃，鬼岛上来一顿吃，蛋尖岛上来一顿吃，吃饱了才有力气打架嘛，这是路飞登岛后必不可少的固定项目。然后山治真的就是居家好男人的类型了，
山治空闲的时候，大多都是去采购物品和食材。哦对，还有搭讪美女。在阿拉巴斯坦，山治和乔巴负责去采购。薇薇需要一些乔装的服饰，娜美想要香水，山治欣然答应。索隆想要吃的和酒，乌索普想要辣椒水，山治虽然嘴上说才不管他们呢，但还是把大家想要的东西都买回来了。在空岛，山治还用热贝做了一席空蒸海味满腹全餐。在水之都，当时船上只留下了水火不容的索隆、山治，这种空间自然维持不了多久。山治很快也下船去采购一些食材去了。2年后回归香波地群岛，山治也是一边采购食材，一边找索隆的踪迹。找到索隆的时候，手里已经买了一大堆东西了。登陆的地方如果有商场，那娜美罗宾一定少不了逛街购物，两大团花必须得打扮得漂漂亮亮的。不过除了购物本身，娜美罗宾还有自己的绝活。罗宾在加雅岛买衣服的时候，顺便搞到了关于空岛的一些线索，而娜美购物的时候，砍价更是直接能把老板给砍崩溃。娜美倒是能节省不少钱，卖家疯了呀。其实说起来，娜美、乌索普、乔巴胆小三人组一开始是能不登陆就不登陆的，毕竟他仨得了同一种病，不能登岛的病。登陆小花园的时候，眼看伙伴一个个出去玩，娜美、乌索普把仅存的希望寄托在一同守船的山治这边。结果索隆挑衅山治，山治也愤怒出走，跟索隆开启了狩猎比赛，只留娜美、乌索普相依为命。但之后还是被巨人族请上岛做客。在海贼云集的加雅岛，山治本来也想跟娜美他们出去的，但这一次高低是被可怜的乌索普和乔巴强行挽留在了船上，他仨也就趁这个机会把梅利号修缮了一下。不过如果到了比较安全的地方，胆小组一般会下船跟伙伴们去玩，当然有时候他们也负责守船。然后是散步往索隆，索隆登陆的时候一般身上是没有什么任务的，但索隆偏偏还很喜欢独自散步，船上待久了确实有点烦闷，但不得不说在散步这方面索隆真的是又菜又爱玩。伙伴们一般是要极力阻止索隆这种行为，但无奈索隆对自己的方向感似乎充满了自信，后果大概就是索隆不知道迷到哪里去了。但神奇的是，索隆有时候迷着迷着又迷到伙伴那里去了。另外索隆有时候也会留下来守船。然后是变态可靠的弗兰奇，弗兰奇登陆的时候有时候会跟伙伴们一起行动，一起沙雕的玩乐，但有时候也会恪尽职守。桑尼号在跟飞鱼骑士团冲突的时候耗尽了能源，弗兰奇放弃了和大家一起出游的时间，和乌索普一起维护了船。2年后回归，也是最先直奔桑尼这边来。氛围组布鲁克，他虽然能当路飞的太爷爷了，但和路飞他们一样贪玩，登陆后跟路飞他们一起吃喝玩乐。香波地群岛的时候，小吃店老板让他们可以试吃，路飞、乔巴、布鲁克差点给人家老板干倒闭。登陆蛋糕岛也是，路飞、乔巴、布鲁克他们仨俨然成了新版欢乐三人组，只要草帽团一登陆，就少不了布鲁克出来活跃气氛，跟着大家胡闹。然后是盛平老大，盛平和大家一起登陆的时候显得非常老实乖巧，自己有没有想做的事儿不重要，一路都陪着伙伴。一开始刚融入草帽团的时候还比较拘谨，然后就是成了专业捧哏。这一次登上弹尖岛，路飞、乔巴、波妮仨吃货又干到饱腹形态了，人家说哇你们4个可真能吃，肚子都鼓鼓的了。盛平在旁边来了句我本来就这样，可让盛平老大可爱死了。在草帽团去过的这些地方里，其实很多时候他们一开始并不是冲着茶价去的，而是想自由自在的吃喝玩乐，毕竟这也是冒险的灵魂所在。草帽团真的太会吓唬小孩了，平时都说罗宾酱腹黑，但我发现草帽一伙多多少少都沾点，真是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索隆这样高冷少言、沉着稳重的也会吓唬小孩吗？是的，当时路飞、索隆、娜美在希罗布村结交乌索普后，在餐馆吃饭，乌索普的那3个小伙计以为老大被海贼抓了，就冲进来救人。路飞、索隆、娜美刚好吃完饭，路飞无意间感叹了一句这肉真好吃，索隆就顺着话恶搞了一下，说你们的船长被我们吃了。当时3个小伙计就被吓懵逼了，不过他仨反而吐槽娜美是母夜叉，娜美还很委屈，关我屁事呀。路飞那么单纯也会吓唬小孩吗？是的，空岛的时候在小女孩艾莎面前展示能力，不仅把小女孩吓到怀疑人生，路飞还很理所应当的说我是橡胶人，当然可以伸长喽。路飞虽然是无意的，但他可能没有想到空岛人几乎是与世隔绝的，初见路飞这样的当然是跟见了怪物似的。路飞2年后变得更成熟了，甚至仅只需要一个眼神就可以吓哭小孩子。不过路飞并不是针对小玉了，而是想伤害小玉的百兽团的人。说起来，路飞其实还真就故意吓唬过其他人，被害人正是胆小的乌索普。被带坏的路飞故意压低帽子，说我们正在经历一片闹鬼的海域哦。一旁的弗兰奇也来故意吓人，说这里不论什么都可能会离奇失踪，当时就把乌索普给吓得不行了。然后山治也参与了进来，说这里还有载着死者亡灵的船四处游荡，山治甚至还给自己划了根火柴，打了个底光。这帮人太坏了。此时一旁的乔巴抱着索隆的腿颤颤巍巍，就没有人为我发声吗？山治温柔绅士，但有时候也是使坏。在乔巴刚上船的时候，娜美问路飞他们因为什么才邀请乔巴加入的，路飞说能变形的驯鹿很好玩，路飞的很正常。山治给的理由是储备粮，乔巴顿时有一种上了贼船的感觉。在登陆和之国的时候，山治又吓唬乔巴说不带他玩，看到乔巴哭惨了，山治才笑着说开玩笑的，抓紧喽。
乌索普那么胆小，也会吓唬小孩吗？是的，他吓唬小孩的手法真是一套一套的。一开始只能靠虚张声势，说自己可是被悬赏3000万的海贼，结果小萝莉他爹是个赏金猎人，乌索普当时人就麻了。后来乌索普萝莉杀手的传奇就此开始，巧妙破解黄金周的颜料陷阱，专治萝莉，专治各种不服，用蟑螂星和气球锤吓昏佩罗娜，甚至乌索普歪打正着，发现自己的长相也有大用，还真是一物降一物，给砂糖吓出了一辈子的心理阴影。鬼岛上的那个萝莉秘书保皇也是被乌索普给制服的，别的咱不敢说，要说萝莉的天敌非乌索普莫属。同样是作为胆小组一员的娜美，平时还好，而且娜美对小孩子还很友好，不是吗？就是那小脾气一上来，这简直就化身恶魔了，一个转头能吓哭乔巴，三言两语吓哭宙斯，也怪不得乌索普的3个小兄弟上来就喊娜美母老虎了。布鲁克，好吧，布鲁克都不需要质疑，因为在别人眼里他本身就很可怕，而且布鲁克自己喜欢扮鬼恶作剧，这个还不是最搞的，他甚至还会自己把自己给吓到。在去愚人岛的途中，布鲁克在那讲深海鬼故事，把乔巴给吓到了，结果布鲁克自己本来就胆小，还非要讲鬼故事。看吧，讲鬼故事的最高境界就是自己也被自己给吓到。恐怖3帆船，他害怕僵尸，而僵尸更害怕他，甚至被自己的样子给吓哭。布鲁克这一系列的迷惑操作，这么看，现在船上慎平还算比较老实的，慎平还经常被别人给吓唬。不过之后慎平可能会越来越跑偏加腹黑，毕竟现在这个趋势是很明显啊。总之，原本以为腹黑的只有罗宾一人，原来这帮人一个个都很皮。草帽团穿过的那些好看团服，草帽一伙每个人的穿着都各有特色，山治的西装，索隆的战袍，娜美的泳衣，这些主打风格几乎不变之外，有时候一个团队就要整整齐齐，衍生出了各式各样的团服。首先是阿拉巴斯坦迪拜王子系列，剧情中这是草帽团第一次穿起款式相同的衣服，当时是出于乔装和当地气候的原因。这套团服的特点虽然说是头顶一块布，全球我最富，可是当时草帽团穷的也就剩这身衣服了，路飞都饿得吃拖鞋了。这套衣服是由山治统一购买，而山治也是夹带了私活，专门给娜美微微买了舞娘清凉款，馋得山治心花怒放的。微微有点不好意思，娜美则是很喜欢。按照娜美后来跟警卫们的解释，这叫做时尚。山治还说，相比之下，索隆和乌索普倒是很像两个贼。不过其实索隆山治穿起来还是挺好看的，毕竟他俩一直是衣服架子的存在。之后一伙人穿行沙漠，娜美微微和大家一样套了一件长袍。水之都卡雷拉文化衫系列，草帽一伙打完司法岛后，在水之都休整开宴会时换上了一套休闲装，由冰山老板提供，上面印着卡雷拉公司的 logo， 虽然看起来平平无奇，但也是各有特色。比如娜美穿的是玳瑁连体卫衣裙，山治选择的是一件骚粉衬衫打了个领带，乌索普当时好像也是穿的这套团服，只是外面套了个背带裤给挡住了，跟他当时的心境倒也是无比吻合。和之国和服系列，在和之国警卫们给大家分配了任务，暗中集结起义军。首先呢就是乔装打扮，除了路飞是在寿喜烧那里换的，其他伙伴的服装应该全都是由警卫们提供。既然娜美曾经说残奶带是时尚，那警卫们也扯皮说和之国忍者本来就这样的，让娜美春光外泄，扬眉吐气的占了一把便宜。鬼岛维京海盗系列，为了打入敌营，这套衣服依然是由小锦服装店提供，娜美罗宾依旧保持性感，兔子穿上也好看。就是索隆嘛，头上突然多了2个角的情况下，高冷中带着一股傻不愣登的可爱，没多久就换回了战袍，还是这样更好看。贝加朋克未来系列，草帽一伙未来岛冒险的最新套装，款式和贝加朋克分身们穿的差不多，不过和别人画风不一样的慎平老大看起来倒是来像度假的，气质秒变憨憨。当然来度假的还不止慎平，还有山治。这套衣服尤其是靴子看起来很笨重，不过据波妮和娜美说，这衣服反而是很轻盈的。娜美和罗宾一如既往的好看，没错，尾田是懂未来服饰的。然后山治吐槽弗兰奇你穿什么都像变态，也是一如既往的夸到弗兰奇的心坎里去了。不过弗兰奇这次居然穿裤子了，真的很震惊。西装暴徒系列，草帽团最特别的一款团服，一整个黑帮砸场子的气势，当时就是把金狮子给镇住了。路飞披着大衣在迷雾中缓步入场，其他船员在两侧待命，这个镜头至今也是路飞最帅镜头之一。海贼王体验装系列，最接近王团气质的一套团服，整体是红色调，斗志看起来非常高昂，果然是人靠衣装马靠鞍。草帽一伙平时变装的时候的确不像一伙海贼，但是换上这一套衣服后，登上世界之巅的大海贼的那味儿一下就上来了。和这一套相似的还有德岛片头的那一套，也是有王团的气质，相比之下这一套更加华贵，很像是拿到大秘宝后一伙人摇身一变成了贵族海贼的样子。白色晚礼服系列，卸掉海贼和黑帮的气质，草帽一伙更有不曾见过的各种面貌，他们从海贼变回了大少爷大小姐，浑身上下的尊贵，黄金城赌场里最靓丽的一群仔。路飞的热带衫加西服，索隆的夜行衣混搭西装，山治的潇洒式穿搭，娜美罗宾的稳定发力，论造型这帮人还没输过谁。然后是黑色夜行衣系列，帅气的运镜再来一遍。剧场版的一大特色就是草帽团永远走在时尚的最前沿，主线里穿不上的衣服在这里通通换一遍。娜美一如既往的是穿的最凉爽的，只穿下半身，
上衣系在了腰上，露出泳衣，给单调的夜行衣增添了几分血脉奋张的张力。娜美是懂穿搭的。摇滚朋克系列 Red 剧场版里的草帽战斗服以黑色调为主，装扮上都有铆钉设计，虽然风格大致相同，不过娜美的更前卫，山治更像中世纪骑士，慎平像个黑帮大哥，弗兰奇的莫西干更加叛逆加变态，各有特色。而且仔细看的话，索隆穿的和劲相似的衣服，慎平留着和奎因相似的发型，路飞戴着和大妈相似的帽子。凯妈同盟直呼 OK， 草帽团是懂杀人诛心的。除了这些款式颜色一致的团服，草帽团还有一些好看的衣服，比如每次剧场版开头他们都在度假，那种度假休闲装看起来也很顺眼。虽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团服，但他们几个凑到一起就感觉很搭，是草帽团的穿衣风格了。此外还有3两人的小众特色团服，比如德岛警卫们给路飞索隆搞的玩偶服，路飞是一条红色的鱼，索隆是一只白猫，看起来又傻又可爱。还有和之国的和风武士系列，他们的头盔的角进行了细节魔改，布鲁克是弯曲的骨头形状，路飞的是独角仙的角，乔巴的就是鹿角，弗兰奇把角扭转了一些角度，变成了一个月亮，也许是衬托他的星星标志吧。好吧，连这都有个人风格。还有海军超新星片的海军制服系列，卡普要是看见了，老爷子笑的嘴都合不拢了。还有蛋糕岛片，路飞、娜美、布鲁克、乔巴、佩德罗、加洛特身上那套很有异域特色的礼服。以上就是这伙人穿过的还挺好看的团服了。总之，草帽团在穿搭上从来没有让人失望过。海贼王中的那些绯闻情侣，海贼王里的爱情虽然大多是十有九悲，不过还是有修成正果的情侣的。但是超脱这些之外，还有一些看似有实无名的情侣，就是那种似有若无的暧昧，感觉没点事儿是不大可能的。雷利和夏奇，一直以来这两人的关系究竟是纯搭档还是搭伙过日子，并没有什么官宣，总是模棱两可。夏奇的名字直译过来就是芍药，芍药花也有爱慕之情的象征。亚马逊百合很多人的名字就是花的名字，比如雏菊、香豌豆谁的。当夏奇是前代亚马逊百合女皇的身份公布后，加上芍药花的寓意，这伏笔埋得很可以之外，雷利夏奇的关系感觉也差不多有着落了。毕竟撒婆婆曾经说过，前代、前代，包括她这个前代女皇，都和女帝一样得过相思病，处理不好就会死，有几率免于丧命的办法就是抛弃所有，离开这里去见那个人。很显然，雷利是夏奇的药，抛家舍业出海，爱上的不就是雷利吗？除了这个原因之外，雷利夏奇一起生活了很多年了，即便是相信这个世界上存在纯洁的友谊，但抬头不见低头见，要说没产生什么情愫，真的很难相信。而且夏奇本身就是感情专家，顶上战争后，雷利游过无风带找到路飞，也是得益于夏奇的推断。雷利还评价女人的直觉很恐怖，估计雷利是没少被夏奇拿捏过吧。然后就是明哥和维奥莱特公主，这个也不算秘密了， SBS 里透露紫罗兰就是明哥的情人，只是那种隐晦的肉体关系不方便明说。当然还有其他地方，像是维奥莱特在唐吉诃德家族里并不是高级干部，资历也远远不如其他人，但小弟们都喊他大姐大，就感觉地位跟老板娘差不多，大哥的女人嘛。再就是大多干部只能称呼明哥为少主，维奥莱特会和亲密干部一样直呼明哥为多福，完全不是小干部该有的资格。两人之间连打架都显得那么暧昧，但是最搞的还是两人虽然是那种关系很多年了，但嘎起对方来还真是往死里弄，看来两人的肉体关系还真是纯粹的很呐。维奥莱特借此保住利库王的性命，明哥也就顺水推车了，本质上只是交易，肉体之外只是随时可以嘎了对方的廉价。不过明哥身边的感情还不止这么简单，加上莫奈感觉能凑一组三角恋了。莫奈对明哥的感情很难说只有忠诚吧，好好一个人自愿被改造成鸟，在环境恶劣的冰火岛当秘书，甚至愿意放弃生命成就明哥。明哥身边忠诚的干部有一把，但最爱明哥的干部只有莫奈一人，此爱也可以非彼爱。红发和马奇诺两人的互动是绯闻情侣里面最少的，但是信息量却是最大的，因为2年后马奇诺怀里莫名其妙多了个 baby。 有人说这是老村长老牛吃嫩草的，有人说这是艾斯以下克上的，可以，都喜欢玩这种刺激的是吧？这种八卦自然还得先找找 SBS。 孩子的爸爸果然是那个人啊，虽然等于啥也没说，但指向却感觉非常明确。既然红发能突然冒出来个养女，那他偷师罗杰悄咪咪的造了个人也不奇怪。这些绯闻情侣可能是真的，也可能是想多了，但对彼此的感情都是很多年始终如一的。雷利夏奇这种把对方当作朋友的也好，红发马奇诺这种暂时聚少离多的也罢，他们彼此应该都清楚身边有个爱着自己的人。正所谓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呢。草帽海贼团全员怪物。以前有个梗说，本以为草帽团是一群草根出海冒险，没想到是各种富二代出海体验生活。现在看来不仅如此，他们甚至都不是正常人，一个比一个怪物。当然怪物在草帽团里并不是嫌弃，而是对伙伴实力的肯定。路飞那奇特的果实能力自然不用多说，现在更是配得上怪物的称号。当时山治就是用连我们船长都是怪物，你怕啥这种话来安慰乔巴的。不过看似肉体凡胎的索隆被称为怪物的次数甚至比路飞还要多。早在认识娜美的时候，索隆就是血流了一路，架也打了一路，完了还活蹦乱跳，早早的被娜美归类为和路飞一样的怪物。
后来罗生门劈火车，把小弟们都给看傻了，被小弟们评价为就那种怪物，还不是草帽团的老大吗？没错，他们的老大更怪物。不久之后，老大用脚劈军舰。再后来就更离谱了，因为在龙宫城里虐杀海贼被称为天生的杀人魔鬼刽子手。索隆反驳说，面对提刀而来的敌人，难道还要请他喝茶不成？而且索隆的坦度一点都不输路飞，扛伤害这一块你永远可以相信索隆，这要是没有怪物级别的肉体和意志是做不到的。山治现在也很难称得上是正常人了，刀枪不入，快速恢复。血统因子的觉醒让山治一度以为自己要变成和几个兄弟一样的怪物，但还好拥有了怪物的肉体，但保留了人类的情感。乔巴最开始可是深受怪物这个称呼的其害，搞得乔巴非常自卑。当时草帽团有路飞、索隆、娜美、乌索普、山治、薇薇，他们再怎么怪毕竟还是人。一只会说话的狸猫确实属于真兽级别的了，那是乔巴进团早了，因为他如果能先看到一副能说话的骨头布鲁克，他就不觉得自己是个怪物了。现在乔巴常常因为自己在草帽团怪物排行榜里排不上号而感到自卑。话说伟大航路确实神奇，确实无奇不有哈。东海五人组自从进了伟大航路，收伙伴的标准也逐渐狂野了起来。自那以后上船的船员也仅有罗宾属于人类的范畴，当然罗宾不怪则已，一怪惊人，觉醒了绝美的恶魔形态，也对得上他恶魔之子的称号了。当怪物索隆在龙宫城里嗜血的时候，娜美和乌索普蹲在一旁又开始嘀咕了，哎，我们越来越像坏人了，哎，为什么我们船上都是这种人啊？哎，船长也是啊，以为他俩是正常人了吗？不，显然不是。娜美自带发缠，在船上谁见了他不跟见了怪物似的，分分钟秒杀草帽团3大主力怪物。乌索普普通人的灵魂是不假，但是怪物级别的肉体不服不行。他俩在这儿又开始草帽团的传统技艺，我吐槽我自己了。草帽团越来越怪物，还有一点传统就是，只要对方足够奇怪，路飞就会拉他做伙伴。要不是其他伙伴阻止，现在他们船上还会有一只僵尸独角兽、一棵僵尸大树、一只半兽人和一只佩罗娜的幽灵等等等等。从到达水之都前，路飞理想船将的画稿上来看，那会儿路飞压根就没有想找个正常人。最后弗兰奇上船，不仅不是人，还是个变态，怪上加怪，路飞很满意。然后就是布鲁克，不仅不是人，还是个音乐家，路飞很满意。之后是盛平，不说了，路飞很满意。反正草帽团已经10几年没有收过正儿八经的人了，就是逐渐物种离谱。草帽一伙在冒险中遇到过很多怪物级别的物种和对手，到最后没想到怪物竟是我自己。当然最重要的是，路飞他们从来不会在意伙伴和朋友是不是怪物，就像路飞在雪地里仰天高呼邀请乔巴，说出了那句经典台词，你看起来很好吃，当我们的储备粮吧。当然这是低情商的说法，路飞还是选择了高情商的说法，废什么话，一起走吧。所以再等等，总有人会接纳你，这是草帽团与众不同的温柔。路飞那些奇怪又可爱的技能，作为一块橡胶，路飞能在战斗中做出各种高难度动作，所以路飞的一些可爱的技能不仅很实用，还能有效的侮辱到对手，而且有些沙雕能力他还不止使用过一次。橡胶大口吞初次使用是在和老沙的战斗中，本来老沙还以为愤怒的路飞要来真的了，结果居然是个这么沙雕的技能。老沙作为自然系自然不怕，但智商却感受到了侮辱，这让老沙很生气。后来在剧场版里，路飞同样使用过此招，吞过软糖果实能力者。可能路飞看到软糖能力就很有食欲吧，可实际上他的软糖巨难吃，很快被路飞吐了出来。本以为大口吞就是个纯搞笑的技能，但终于到了蛋糕岛变得有用了一次，而且还有了组合技。路飞利用橡胶火箭弹射出去，再用橡胶大口吞一口气破坏掉克利加的饼干。2年后，路飞连这种技能都变得有用起来了吗？不，路飞只是单纯的想吃。橡胶发呆和橡胶章鱼唯一一次使用是在对付艾尼路的时候，当时拿超前的新网没有办法，路飞急中生智，只要我没有动机，敌人就看不出我的动机，顾名思义发呆。果然晃的艾尼路一度认为自己的新网有 bug， 其实真的有 bug。之后路飞用反弹章鱼拳乱拳打死老师傅，很像是4档蛇拳的雏形。橡胶机器人盟友闯入司法岛的时候使用的一招，说是盟友，其实就是用橡胶身体绑架一个人做挡箭牌，让其他敌人无从下手。衍生招式有机器人盟友拳和机器人盟友踢。最开始的3档形态，最可爱的就是解除3档后，路飞会因为放弃而变小，然后被陆琪抓到后，小路飞还倔强的打了他一下，伤害不高，侮辱性极强。不过2年后就不会再变小了，也算是个绝版的能力。橡胶 Jet 替罪羊，当时看似胡扯的能力，却没想到竟是强大的双4黄合体技，让世界第一大剑豪鹰眼蒙羞。可以说从心理层面将其秒杀，原理倒是很简单，从附近抓取一个东西替自己抵挡伤害。顶上战争幸运的巴基成了这个不幸的大冤种，帮路飞挡了好多刀。2年后，橡胶替罪羊有了一个改版，橡胶树枝，只是替罪的人从巴基变成了树枝布雷。路飞当时正被大妈的次女追杀，用布雷当盾牌玩得可嗨了。所以2年后，路飞虽然变强了，但那种奇怪沙雕而且还有点用的技能并没有减少。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橡胶 UFO， 初次使用是在冰火岛，通过旋转腿部获得速度加成、制空和清兵能力，形状非常像路飞开着小飞碟，所以这种形态看起来很好玩很可爱。第2次开飞碟就是在德岛，此招还有非常锋利的切割能力，路飞用这个清了一堆玩具士兵，然后平稳降落。橡胶答谢礼炮，这是在橡胶气球的基础上加强的一个技能，
受到了雷利的指导，改良了以前主要用于防御而且胡乱反弹的缺点。路飞的答谢礼炮可以用双倍力度进行还击，而且精度提高了很多。路飞还会做出一个瞄准的手势，非常可爱。第一次用是对付狙击手雪山兄弟，这个技能出现的频率还挺高的。在德岛为了保护罗和牛，还有2个混子兄弟时也用过，在蛋糕岛躲避大妈子女的追杀时也用过。而且这种攻击方式还有更强的版本，就是4档保护形态下的橡胶加农炮球。这个技能属于现吃现用，克利架是来着了，第一个尝试，被路飞从百草园弹到3位树屋。然后就是5档路飞下的一些形态了，甚至可爱沙雕到连画风都变了，身体比之前有更强的可塑性，所以可以做出更奇怪的姿态，不愧是被称为最胡来的能力。好了，本期就聊到这里了，感谢大家观看，留个赞为素材果实觉醒充能，谢谢。草帽团成员一路上最受哪些人的喜爱？草帽团在冒险的途中遇到过很多人很多种族，往往会和他们结下深厚友谊。不过这些沿途的朋友们自然也有他们最喜欢或最崇拜的那位草帽团成员乌索普和巨人族小人族。在乌索普的冒险中永远少不了巨人元素，从最开始在小花园拜师部落基，并梦想去埃尔巴夫一趟，到后来在司法岛结识了2个巨人族守卫，一聊家常才知道没外人，东利和布洛基是他俩的老大哥，2个巨人守卫为乌索普马首是瞻。在德岛又让海尔丁崇拜至极，顺便挖了未来4皇巴基的墙角，包括整个巨兵海贼团。埃尔巴夫必然是要去的，那里无疑就是乌索普的主场啊，毕竟乌索普在埃尔巴夫可是名副其实的关系户。然后小人族也是从头到尾亲眼见证了乌索普的封神之战，从此他们将乌索普视为救世主最崇高的神，以至于他们的旗舰也命名为乌索兰杜号。原来乌索普的8000部下是8000个巨人族和小人族，当初这个牛逼吹的，现在看来是真的牛逼。娜美和男人，娜美这一路上追求她的男人就没断过，从号称自己上船是为了娜美的山治，到恐怖3人帆船被阿布萨罗姆疯狂求婚，再到对娜美的产奶带又爱又恨的警卫门，从随身带着皱皱巴巴布满污渍的娜美悬赏令的花痴海军，到痴心妄想想让娜美来陪酒的永志，再到长大之后依然求抱抱却被一拳揍飞的可恶桃之助，等等等等吧。更是有狂热的少年自发成立娜美粉丝团，做了一个1比1比例的娜美手办，说娜美小气，恰恰相反，娜美太大方了，有福利他是真的给。路飞和女人，虽然路飞对儿女情长一向没有什么表示，但每次还真让路飞给弄拙成巧了还。路飞身边有一堆公主就不说了，莫名其妙的金蛋和橡胶体质让女儿岛的人对路飞充满了好奇，路飞保护朋友的特质让女帝对其有了好感，再加上霸王色爆发，性格直率的路飞对着女帝一顿卷，路飞只是单纯的想骂女帝而已。不过女帝感觉自己好像被这个男人给隔空壁咚了一样，再不服从就不礼貌了，从此女儿岛就是路飞的地盘了。这里的女人也不再遮遮掩掩，想要抓住路飞一顿把玩，甚至还被当成了收费才能体验的高贵宠物。山治和人妖，桃花运仅次于路飞的是山治，毕竟卡马巴卡王国号称第2个女儿岛，山治在这里实现了自己的幻想，因为每天都有成群结队的异性追求他，他喜提山治酱的称号和女装大佬的装扮。2年后他们还恋恋不舍地送别了山治。虽然山治最讨厌人妖，可人妖却最喜欢山治，山治也最和人妖有缘。早期对战小冯之外，2年后山治在愚人岛失血过多，危在旦夕，乔巴找来2个人妖给山治输血，山治也是和人妖有过血缘上的羁绊了。索隆和动物和驯兽大师路飞不太一样，索隆对降服动物做伙伴丝毫没有兴趣，但他总能和动物有一些迷之缘分。刚上空岛捡到了云狐，很难抓的指南鸟闻着饭香跟了索隆一路，只需一个眼神就能跟云狼默契干杯，包括他身边的乔巴。索隆在司法岛期间吐槽 CP9 是个动物园，其实索隆本身就有一种动物吸引力。乔巴和美女毛坯族，毛坯族对草帽一伙都很友好，乔巴虽然不是毛坯族，但起码物种上更有亲切感，所以这里的美女也都对乔巴很热情，比如上来就贴贴的美女驯鹿，温柔体贴的松鼠护士，妖艳妩媚的豹子医生，这里简直就是乔巴的愚人岛奥布鲁。布鲁克和狗类毛坯族相比之下，布鲁克在索屋就非常的不愉快了，虽然同样是出于热情，不过让狗类毛坯族馋的还是布鲁克的身子，狗类毛坯族对布鲁克的喜爱自然远超其他伙伴。弗兰奇和小孩子，能自由活动、会变形、会说话的弗兰奇，在小孩眼里简直就是世界上最好的玩具，在庞克哈萨德的孩子们中就可见一斑，很快就和他们拉近了关系。在草帽团里，弗兰奇自然是小孩子里面最受欢迎的存在。罗宾和各方势力以及可恶的小人族，世界政府是一直没有放弃对罗宾的追捕，但是半路被革命军给截胡了，人家不仅是近水楼台，还好吃好喝的招待。除此之外，凡是对成为海贼王有需求的大佬们，都会多多少少寄予能读懂历史正文的罗宾。作为第一个潜入小人族部落的草帽团成员，小人族也是非常亲近罗宾的，但是就是那种亲近，可以说是和桃之树一样的可恶。盛平和愚人族，盛平作为愚人岛的老大哥，为了自己的故乡，他付出了很多，这里的人自然很喜欢尊敬盛平。在给路飞输血的时候，不仅没有一人敢指指点点，还化解了一些鱼人和人类的矛盾。
渔人岛篇之后，慎平从陆地买回很多路飞同款的草帽，带给了渔人岛的孩子们，大家都很喜欢。当时慎平凭借威望，成了渔人岛最强路飞代言人。总之，草帽一伙很有意思，每个人都自带一些吸引力，能够吸引过来喜欢他们的人。可能他们自己都不知道，这就是他们每个人独特的魅力吧。海贼王中的披风情节，要说海贼王里平时不怎么起眼，但是又无处不在的东西，披风和斗篷绝对要算在其中。甚至可以说10个强者里面能有9个穿着或穿过披风的。其实不光是尾田的一种情节吧，大多人在年少时都有这种情节，只是海贼王对这种情节表现得淋漓尽致。还记得路飞有一句名言，也称披风定律，说就算狒狒穿上披风都是英雄。这句话还给了当时懵懂的乔巴深刻的影响，帮他树立了奇特的英雄观。之后便有了穿着斗篷的乔巴假面。曾经的海上3大势力海军、四皇、七武海，其实还可以加一个暗地里的革命军，他们中间穿着披风的可以说是比比皆是。海军里的中高级军官，如参加顶上战争的10万精锐，几乎都穿。他们的外套虽然有袖子，但是他们就算拿来当被子盖，也从来不正儿八经的穿，就专门这样设计的，挂在肩上当披风穿。不得不说，倒是挺帅的，尤其是大将们的气势加披风，倒是穿出了无与伦比的压迫感。四皇里面不管新的老的，红发、白胡子、凯多、大妈、黑胡子、路飞、巴基，全部都穿披风或斗篷。路飞以前是不穿的，但是在2年后，片头里、剧场版里以及和之国是没少穿，就给人感觉什么是成为海上霸主前不可或缺的前提，是意志，是霸气；什么是成为海上霸主后不可或缺的东西，是斗篷，是披风。真的想说，红发香克斯这身衣服加斗篷，穿起来那是绝对的帅。海军那边的大衣是有版型压制的优势的，但是红发能把一件普通斗篷穿成不输分毫气势的份上，也是可以了。老牌七武海里7个人里6个穿披风，就熊不穿，但是熊在革命军里是穿的，毕竟斗篷算是革命军的一种制服。这么算的话，七武海各式各样的斗篷披风就是个纯纯的披风大队。革命军的话，毕竟龙本身这么喜欢穿斗篷，整个革命军自然也形成了这种企业文化。要说这斗篷披风到底有啥用，可以说除了帅一无是处，但是只要帅就足够了。如果明哥不穿他那粉红大皮草，气势多多少少会矮一截。由于明哥的大袄子过于深入人心，所以这种同款披风也称多弗时装体系，比如多弗朗明帝就是他弟弟克拉松，多弗朗明姐夏洛特加雷特，少弗朗暗弟尤斯塔斯基德，以及多弗朗明爹百兽凯多。而路飞穿与不穿披风也是2种不同的气势，像是在金狮子剧场版里的黑色大衣，在众人簇拥下，在一阵烟尘中缓缓入场，潇洒霸气，完全可以入选路飞最帅10大镜头之一了。还有剧场版 Z 里的红色大衣，和罗杰的有些相似，颇有一种已然成王的感觉。当时山治是一件黑色的毛茸茸披风，索隆的袍子外面套了件红色大衣，这一套草帽团皮肤应该属于是最接近王团气质的那种装扮。所以总而言之，当路飞站在世界之巅的时候，身上不一定要穿衣服，但身后一定不能没有一件披风。海贼王中那些超有个性的专属电话虫，海贼世界里的电话虫除了五花八门的功能和生动形象的模仿能力，还可以给电话虫安装个性化配件。可以看到很多人会精心打扮自己的专属电话虫，自己标志性的记号、服装、贝壳涂装很有个性辨识度。首先来看一下草帽团的，他们的通用电话虫涂装比较简单，贝壳的配色就是路飞草帽的红黄搭配，有这样的、这样的、这样的和这样的。定位类似海军通用的蓝白条纹电话虫，从这个基础上衍生出了闭上了一只眼睛的索隆版和眼睛下面有1道疤的路飞版，但这个区别于个人定制，山治和弗兰奇当时就有定制自己的专线。山治的电话虫是有一缕稀疏的刘海，腹部有卷眉毛图案，弗兰奇的是身上有同款疤痕，贝壳上涂装了标志性的星星图案。表面高冷内心狂热的罗，他的电话虫堪称超好看的电话虫之一，不仅戴了一个同款帽子，还有海贼团的标志，贝壳涂装也是自己企业文化的元素，当时留给了明哥保持联系和谈判。明哥的电话虫更酷，模仿了明哥的潇洒和暗黑，曾出现过2个版本，虽然颜色和涂装略有不同，但那种气质如出一辙，加上电话虫戏精级别的模仿，感觉跟视频通话没什么区别，如同视频通话般逼真的还有大妈的电话虫，乍一看还以为大妈把自己的头给摆桌子上了。最搞笑的是，放电话虫的桌子都是根据大妈的身材穿着定制的，脸盲的路飞都惊呆了，堪称是海贼王里的虚拟现实技术。而大妈凯多打电话的时候，大妈的电话虫配上凯多的脸就是这样的，凯多的电话虫配上大妈的脸是这样的。大妈家族的很多人热衷于把自己的电话虫装扮得非常精致，比如卡2的电话虫就非常可爱，同款围脖都缠上了，贝壳配色就是自己夹克加上纹身的撞色搭配。很多人的帽子有特点，他们便把帽子等比例缩小，用于装扮电话虫，
比如长子的电话虫、蒙多尔的电话虫、卡彭贝基的电话虫。而且贝基的电话虫还会抽雪茄，有些人则是用了自己的发型和代表色，比如夏洛特·欧文的夏洛特·加雷特，也称多弗朗明姐，直接把自己的披风、发型、头饰全套复制上去了，包括颜色，还原度很高。还有淡淡男爵的也是如此。凯多阵营这边，除了高级干部，大多人是用的和之国电话罗，他们同样拥有模仿能力，只不过智慧田螺好像是一人一个专线，所以百兽团最敬业的客服奎因那边有一大把手下的电话罗，出事的时候东一句西一句南一句北一句，客服奎因能忙得焦头烂额。奎因自己的电话虫长得跟他一毛一样，真是让人没啥好说的了。相比之下，近的就正常多了，贝壳上就加了一些刺状装饰，电话虫颜色贴合自己的火焰属性。刚开始晋指挥凌空六子去找大河，所以他们人手一个近的电话虫，不仅可以快捷连线，他们几个居然还能实时群聊办公，聊得可欢了，堪称是海贼世界里的某信和某丁了。电话虫越到后面越变得花里胡哨，其实较早展示热烈的个人风格的电话虫，应该是从 CP9 开始。像陆琪的电话虫，除了标志性的胡子，贝壳涂装是契合的豹纹配色，还有利爪撕裂的感觉，挺有设计感。还有卡利法的电话虫，怀疑他直接把黑丝截下来了一块，套在了电话虫的壳上。还有几个电话虫的气质比较夸张，主要是主人本来就夸张的缘故。除了大妈的电话虫，像是小一万的，继承了主人的浓妆艳抹和一惊一乍。旁边闷闷不乐的白色电话虫是房窃听的。说到小一万，可以顺便看一下蒙奇地龙的，也是革命军通用电话虫。卡普的拖鞋印图腾赫然在目。黑胡子的显然是属于暴发户级别，一身珠光宝气，海盗帽一戴，胡子辫一留，除了牙齿一如既往的缺几颗，其他的和当年那个街溜子不可同日而语了。要说最可爱的电话虫，感觉女帝的电话虫最可爱，别人都是打扮发型、服装、帽子之类的，女帝的还挂了对同款耳坠，也是挺特别的一款，连女帝欣喜娇羞的情绪都能模仿的恰到好处，真是双倍可爱。电话虫也可以随时放生，比如小人族把罗宾的电话虫给放生了，也可以随时抓一只来。弗兰奇表示可以快速改装完成。总之，这些滑稽个性的电话虫是海贼世界中让人印象深刻、非常有趣的一种生物了。草帽团的传统技艺海底捞，在海贼王中有一条铁律，恶魔果实能力者被水淹没就会瘫软无力，所以一群能力者中必须要有非能力者，否则他们只能中午出航，因为早晚会喂海王累。路飞到海里洗澡喝水的次数真是不少，但能屡次化险为夷，这也多亏了他们有一个非常强大的捞尸大队，共计8人。根据水下能力，慎平靠着碾压级的天赋，当之无愧的海底捞大队长。索隆贡献颇多，可以是终身成就名誉队长。副队长山治，主力弗兰奇、娜美，乌索普是替补队员。另外还有2个编外特殊人员，布鲁克和乔巴，效率值-200，一个救不上来，还得搭进去俩。布鲁克在水下虽然不行，但在水面上身轻如燕，一路狂奔并不会沉下去，这个就另说了。首先，山治的海底捞风格就是技巧中带着智慧。面对自带天赋的鱼人，山治不仅能及时救出被困在水底的路飞，还能对鱼人完成反杀，调虎离山，突入雨燕，解救被困在海楼市监狱的伙伴们，将路飞捞上来。在水下用强大的见闻色搜寻警卫们的身体，在毒气马上就要封住出口的时候，山治的海行部加上娜美本就擅长水性的身体，可谓是强强联合，千钧一发之际冲出水面，连索隆看到都不禁感叹这极限操作。在剧场版中，山治也没少冲在捞人的第一线，可以说是捞尸大队中的中流砥柱。索隆的海底捞风格是勤劳中带着忠诚，索隆捞的最多的就是路飞和乔巴，有一次例外是捞斯摩格，本来索隆不理解，但这是船长的命令，索隆也没有怨言的执行了，但他必然会把路痴属性带到水里。在路飞落水后，索隆第一个游过去要施救，但很快就迷路了，不料其他伙伴开船紧随其后，处在视野盲区的索隆直接被无情撞翻，主要是其他人还都没有发现。索隆除了日常捞路飞，对于人来说他的肺活量堪称恐怖，靠着一口气在水下可以 PK 空岛鲨鱼和霍迪琼斯，而且还能打赢。弗兰奇呢，他参与海底捞的次数不多，但他的水性也是极好的，尤其是2年后在水里来势汹汹的气势，还把娜美吓了一跳，一看是弗兰奇，手里还揽着被水流卷走的罗宾。2年前还未进一步改造的弗兰奇，可以和会乐部的鹦鹉猫头鹰在司法岛瀑布边缘周旋，最后机智地完成反杀。弗兰奇还将巨大化的乔巴打入水中，一是让他恢复原状，同时也是为了救他。不过弗兰奇把乔巴捞上来后，用脚给乔巴做急救按压，也是挺别致的。娜美也是，众所周知，她拥有极好的水性和天赋，在大伙被渔人岛的水流冲散后，其他人要么是被凯米所救，要么是伙伴们互相救援，娜美自力更生，自己就能平安上岸。她捞过索隆，捞过乌索普，捞过路飞，捞过布鲁克，所以可不能低估了娜美的海底捞能力，她也是草帽团捞尸大队主力中的一员。乌索普也会游泳，
但是因为其他人一个个天赋异禀，不是铁人就是铁肺，太能捞了，就显不着乌索普了。只有在人手不够的情况下，作为替补队员的乌索普才会搭把手。尽管以前草帽团捞尸队的阵容就挺不错了，但毕竟都是人，遇到强大水流的时候还是力不从心。司法岛那会儿还是可可罗婆婆关键时刻显露真身，把一帮人连惊带吓的给拖上了船。后来慎平登场，没多久就展示了拿手绝活，堪称是一个人救了一船人，把路飞、巴基、三哥他们捞上来，整整齐齐、满满当当的摆在甲板上，自然的烘干晾晒。晾衣服的天天见，晾人的还是头一回。另外，慎平的海底捞能力还有传送功能，海流过肩摔，直接把老沙等人送到军舰上，还有把路飞送到包围壁之内，这个是非常实用的。除了以上几人，还要着重提一下两个特殊编外人员，布鲁克、乔巴，他们是跳下去的快，被捞上来的也快，奋不顾身虽然本是令人感动的词语，但是放在他俩身上突然好笑了起来。草帽团这个阵容还是非常合理的，能力者不多不少，捞尸队的队员擅长的都各有侧重点，即便是小组分头行动，也可以保证至少分配到一个会游泳的。论海底捞，没人比草帽团更懂如何捞人。海贼王中颜值变化最大的10个人，海贼王中有因为各种原因变好看的人，也有变得有些让人出乎意料的。颜值垮了并不在年龄，有些是因为尾田的恶趣味，比如可可罗婆婆，她是出生在鱼人岛的人鱼，鱼人岛最不缺的就是美人鱼。不过可可罗婆婆也太两极反转了，当时的确是破坏了山治对人鱼的幻想。不仅如此，其他伙伴也多少有些不能接受。其实那只是他们没见过年轻时的可可罗小姐姐，那怎么说也是鱼人岛数一数二的美貌了。四皇大妈在战国的回忆中，大妈的身材很好，她小时候虽然并不是这样的，不过应该只是婴儿肥吧，长相倒是挺可爱，长开一点就好了。SBS 中算是对大妈年轻时颜值的认可，大妈的颜值巅峰期在28岁左右，之后可能是加速生孩子，导致身材严重走样。虽然现在看起来是个疯婆子，但玲玲曾经也辉煌过。和之国小忍，她是个有着叔叔果实能力的2头身的女忍者，当时破坏了山治对神秘女忍者的幻想。不过阿忍被称为迷人的女忍者，男人杀手，她曾经确实有着符合这般称号的容貌、身材以及双马尾，可如今的变化还是不禁让人可惜。特别篇 3D2Y 中，邦迪瓦尔德的船医奈琴真实年龄80岁，比卡普、战国他们还大。不过他通过药物可以让自己变得年轻，不能说是多么的倾国倾城，但相比他没有使用药物时的样子，那也算是天壤之别了。加尔默罗修女，其实修女正常情况下还好，但她真配不上美人在骨不在皮这句话，毕竟修女背地里是个人贩子，肚子里的坏水可多了。但不得不说，修女年轻时候的颜值真的挺不错，不仅很御，看起来倒还很有正义感。女帝身边那个橙色头发的三妹，在女帝的过往故事中，三妹不管是童年时期还是少女时代，看得出来都是往正常路线上发展的，有越来越漂亮的趋势，直到被泰格救出来后也是。但不知道她后来经历了什么，突然变得粗犷了那么多，身材上也是天翻地覆，就很迷。山贼达旦在达旦有一次做梦的时候，梦里出现了一个年轻貌美的自己，虽然说是在做梦，不过这种套路见多了，就怀疑达旦年轻的时候是不是也有意想不到的长相，没准这真是达旦梦回少女时代呢，也不一定。树枝布雷，布雷小时候看起来非常可爱，如果正常发育会很有特点，但不至于不好看。可他长大后呢，就像路飞第一次见布雷的反应一样，这是啥玩意儿？那根树枝为什么会说话啊？除了这些，还有一些是因为种种原因实现了颜值飞跃的，比如剧情中2个月变帅哥的科比，他算是路飞出海后的第一个朋友。当时科比只能说是显得很呆，之后科比被卡普收了，并努力锻炼身体，从气质上就开始变了。在水之都和路飞再次见面，科比长高了变帅了，只能说海贼王中的发育体系和现实差别很大，打击速也不见得能这么快。2年后变得更成熟了，6式体术游刃有余。除了武装色霸气，他的见闻色霸气更是潜力很大，虽然那点稚嫩的气质还在，但已经是和最开始以及当逃兵王那会儿天壤之别了。亚尔丽塔，他应该是海贼王中人生逆袭的代表人物之一了，一个野蛮大婶吃了华华果实，摇身一变成了万人迷，有了绝世美貌和不需要保养的滑溜溜皮肤，能让路飞称其为美女，在最强霸王色运气巴基大神手下混，堪称走上了人生巅峰。迪巴鲁以前确实丑，但他又很像山治，但山治明明很帅啊，可山治的那一版悬赏令确实是这样的，所以这种事儿根本脱不开干系。山治在小一万那里气得直接吐血，就是后话了。反正香波地那会儿，山治千言万语化成整形 T 套餐，直接将迪巴鲁踢成帅哥，虽说很油，不过变化足够大。顶上战争中的放海大队，顶上战争海军这边虽然是顶配阵容豪华牌面，但最后海军可以说是白忙活一场，把路飞放跑了，白胡子战死，但真正果实被抢了。One Piece 是真实存在的，让巴基给直播出去了，后患无穷，海军直接战略上大失败。顶配阵容根本是力没往一处使，那就不得不说到各怀心思的放海大队了。海军这边虽召集来5个七武海，可女帝是来帮自己老公来的，明哥是来凑热闹的，碰到老沙光想沙县小吃这事儿了，更没心思打架了。
熊当时已经完全失去了自主意识，但除了事先让贝加朋克给自己做了保护桑尼号的程序，是不是还安装了划水的程序？总之，熊本尊当时出镜的次数很少。莫利亚被慎平秒等同于全场划水，鹰眼看起来是最卖力的一个，但仔细一看，全场都跟路飞在那玩老鹰捉小鸡，还赞叹路飞有着令人恐怖的力量，有把别人变成自己人的迷之气质。好基友红发一来，鹰眼给个面子就溜了，演技绝对在线。其中几个七武海总共打出的那些伤害，还几乎全扔在小奥兹身上了，其他时间真就是各玩各的。再就是三大将，这三个人正义观各不一样，中途打得热火朝天，三个人还在那互相吐槽呢。一开始青雉黄猿身先士卒，率先去和白胡子对线，赤犬一看，行，这俩哥们儿能处，有事儿真上啊。结果等后面赤犬跟白胡子对线，让白胡子逮住一顿猛锤，青雉黄猿这俩人早就闪得远远的，找不到人影了。别说他俩了，卡普战国也在那儿看戏啊。如果单看青雉和黄猿，他俩就已经很演了，而如果把青雉和黄猿两人的行为结合起来看，那他俩这个双黄真是演绝了。青雉最开始被白胡子震了一下，下来把内湾冻结了，这个战术明显对海贼方更有利。白胡子的船虽然不能动了，但白胡子他们既然来了，救不出艾斯就没打算活着回去，困兽之斗只会更顽强。黄猿呢，跟马尔科对线，明显感觉黄猿是自己翻回去的。退一步说，黄猿是被马哥踢下去的，关键黄猿落地还自爆了。反正黄猿没把马哥怎么样，倒是把自家的墙给炸塌了一块。这一波就是青雉铺路，黄猿拆墙，他俩早就看赤犬不顺眼了。后面除了奥兹压住了一块包围壁，青雉的兵还阻碍了包围壁的升起，耽误了很多时间。赤犬吐槽青雉，这就是你干的好事儿。路飞直面三大将的时候也是，赤犬刚想动手，黄猿光速过去，接着就是一脚把路飞给踢得远远的。后面也是青雉拦着赤犬，主动跟路飞对线，能秒不秒，还跟路飞说卡普对自己有恩什么的，然后在事先察觉的情况下，一脚让马哥给踹掉线了。两人一左一右，很长一段时间，硬是让赤犬没摸到过路飞，怎么看怎么像是保护少主行为。接下来就要欣赏双大将的组合大招，摁不住一艘潜艇了。要知道，当时青雉在长链岛可以轻松冻住很大一片海域，黄猿后来大招苗泽法也是一点不手软吧。而顶上战争呢，青雉把罗的潜艇撵到了最大马力，黄猿大招接上，直接把青雉的兵全给干碎了。关键瞄潜艇那是一发没中啊，两人一前一后完美配合，这下海军想追都追不上了。完事儿，黄猿还在那儿说风凉话，说要是这样都能给他跑了，那只能怪我的见闻色太牛，哦不，只能怪他们运气太好了。满脸是血的赤犬都给整无语了，也是绝了。卡普和战国两人的操作前后相比演得更过分，两人面对面居然拦不住一个2年前的路飞，这真是比青雉黄猿的大招还离了个大谱。完了，卡普还开启队友伤害，要揍赤犬。战国的能力明明能和镇镇果实有一战之力，但赤犬被白胡子揍的时候，战国却6神装挂机，赤犬脏活累活挨骂的活是全干了。打完之后，战国还推荐了青雉当元帅，赤犬当时就感觉太他妈难了，一个人在对抗全世界，所有的人都在演他，所以卡普、战国、青雉、黄猿、赤犬、五黑，一个真心想晋级的人加4个演员，海军到最后真没占到什么便宜。这么看其实也是可以理解的。路飞除了 One Piece 还对什么超级感兴趣？要成为海贼王的男人是路飞刻在骨子里的自我介绍。不过还有几样东西他同样觉得重要，至少找到 One Piece 不是唯一重要的东西。第一，独角仙。路飞对独角仙的痴迷程度足以让他两眼放光。乔巴曾经问过路飞，独角仙和 One Piece 相比，哪个更死高一点？路飞一时间居然难以决断，可见独角仙在路飞心目中的地位，以至于那天晚上一帮人去抓指南鸟，路飞和乔巴就只顾抓独角仙了。后来人猿军团在路飞他们上空岛这件事情上帮了大忙，路飞要把抓到的独角仙送给他们。看来对路飞来说，这个世界上还有比独角仙更珍贵的东西和情谊。当然，后来路飞也不忘干出想抓一只独角仙来做伙伴这种事情。第二，铜像。路飞是个手办爱好者，他有一个梦想，买一尊巨大的铜像，然后放在船头，这会让他觉得很帅气。从空岛上下来，草帽一伙有了钱，山治想买带锁冰箱、厨具和捕鼠器，索隆想买酒，乌索普想买大炮，乔巴想买书。路飞的许愿风格和其他人截然不同，他要买个巨大铜像，而且从空岛上下来到水之都，路飞一直嚷嚷着要买铜像。不过路飞的这个愿望永远是排在维修梅利号之后的，在路飞心目中，梅利号比钱和他的愿望更重要。但是路飞对雕像这件事儿还真不是3分钟热度。2年后，路飞在德雷斯罗萨看到居鲁士的那尊雕像，顿时心生向往，想把居鲁士的雕像搬走，被工作人员明令禁止。第三，甲胄和武器。有趣的是，路飞平时打架多是轻装上阵，赤手空拳，尤其是那莽劲儿上来了，脑门子上附上武装色，跟谁都能比比谁的天灵盖更硬。然而路飞却对铠甲武器这样对他没多大卵用的东西无比痴迷，只是单纯觉得佩戴后会很帅，仅此而已。在德岛竞技场，身上杂七杂八穿了一大堆，最后还超重了。和之国手拿2代鬼策，高跷一扔，却拳脚相向。
二代鬼策那是用了个寂寞，不过在恐怖3维帆船那一次被塞了100个人影子的梦魇路飞，一刀重创奥兹，路飞的剑豪梦算是早已实现了。第4，爆炸头和披风。爆炸头可以唤起男人内心的野性，是强大，是冠军的象征，这是乌索普传达给路飞的意志。从此路飞就对爆炸头有了迷之崇拜。另外，披风在路飞心中是英雄的象征，最早可能源自因崇拜红发香克斯而萌生的情感。披风在路飞心中伟大到什么程度，说就算狒狒穿上披风也是英雄，并把这个思想传达给了乔巴。于是后来就有了假面英雄乔巴。第5，机器人或者一切能变换形态的东西，比如山治的战斗服，尤其是2年后的弗兰奇。路飞、乌索普、乔巴看到他也是两眼放光，有那么一刻感觉弗兰奇已经不是他们的伙伴了，而是他们的大玩具。这种情况自从弗兰奇将军登场才有所好转，因为他们看到了更为震撼的变形金刚，甚至目睹了合体变形的全过程。娜美一脸冷漠和不解地看着这几个疯子。没错，这就是男生们的浪漫。第6，很多奇怪刺激的事物。路飞在这方面有着用不完的兴趣和好奇，对一些奇奇怪怪的生物，路飞总想拉人家当伙伴。路飞找伙伴的门槛说低不低，说高不高，主要是得足够奇怪。还有就是对一些奇怪的岛屿，比如空岛、冰火岛，都是路飞觉得特别神奇，二话不说就要去的地方。把守株待兔的斯摩格给晃了一下子，斯摩格无奈这小子还真是不按套路出牌啊。第7，开宴会和吃肉。路飞并不是没有机会实现买铜像的愿望，只是他在水之都拿走的那1亿贝利是去庆祝战斗胜利了，请全城的人胡吃海喝，开了一场盛大的宴会。吃肉和开宴会是路飞根本戒不掉的事情，对路飞来说没有什么烦恼是一顿肉和一场宴会解决不了的，并不是因为肉和宴会比他已经失去的那些东西更重要，而是能让他擦干眼泪继续前行。第8，音乐家。众所周知，音乐家是路飞提到过的职业里提及次数最多的一个。路飞对音乐家的向往和追求程度，就感觉如果路飞没找到音乐家，最后就算当上了海贼王，对路飞来说这段冒险都是不完整的。好在路飞遇到了布鲁克，不早不晚，所以在路飞这里他可以对任何事物感兴趣，他享受在路上的过程。路飞的世界里 One Piece 可不是唯一的精神支柱。被一块橡胶给整崩溃的神艾尼路。艾尼路是路飞打过的 BOSS 里最特殊的一个，他既不属于海军、海贼这些阵营，也没有赏金，也不屑于联网，就自己在那玩单机，主要是果实能力还离谱的强。他局域网 ID 就叫做神，直到有一伙人闯进了他的局域网。在这之前呢，艾尼路就有一个闪闪发光的梦想。艾尼路出生于一个叫秘鲁卡的空岛，早年间就听闻了关于无限大地的传说，那里的人认为无限大地是神的归属之地，然后艾尼路就坚定了梦想，是要回归无限大地的男人。这跟路飞要找到 One Piece 成为海贼王，山治要找到奥布鲁的梦想差不多。有梦想是好事儿，但是呢，艾尼路那种唯我独尊的性格不知道何时形成的，可能一开始他就认为自己就应该是神，也可能是有了响雷果实能力的艾尼路获得了神一般的力量。不管是哪一种，他对自己的定位开始逐渐魔怔，得了深度的中二病，毁灭了自己的故乡，抢夺了三迪亚人赖以生存的地方，挤走了原来的神甘福尔，奴役甘福尔的手下给自己造方舟。这些人大多是天使岛居民的家属，天使岛上的人是不敢怒也不敢言，谁敢说他一句坏话，那就得接受遭雷劈的神之制裁。艾尼路拥有最具破坏力之一的自然系响雷果实能力，还有心网，也就是见闻色霸气，两者结合就等于地图基本全亮的上帝视角。关键艾尼路还说他的能力覆盖空岛还绰绰有余，这能力就算放到现在也是最强见闻色之一。要不说天使岛的人为啥怕他，科尼斯还只能偷偷把特快虾叫来，赶紧把索隆他们快递到祭坛。这也不能怪他，艾尼路确实是神一般的存在。艾尼路在这里统治了6年，不管是山地亚战士时常组团跟神官们干一下子，还是路飞他们误打误撞非法入境，一开始局势都在艾尼路的掌控之中。山治、乌索普、罗宾、索隆接连被秒，瓦帕用排击背击倒艾尼路，可没想到艾尼路又把自己的心脏给激活了。同样会给自己做手术的明哥和罗直呼内行，直到遇到自己的天敌橡胶路飞，原本桀骜不驯高高在上的艾尼路硬是被路飞给整出来表情包来了。艾尼路的响雷果实大部分作用都废了，自己的心网后来也被路飞发现了漏洞，但是艾尼路也不是没有办法，用雷野金造出来的金疙瘩把路飞的手给套住了，并打下方舟。第一局艾尼路胜。艾尼路要是单纯的去无限大地也没人拦他，但是艾尼路魔怔也魔怔在这儿，临走前还要毁灭空岛，觉得自己是神，这些人就得服从自己的安排。作为神，他给那些人带来恐惧也是他的一大爽点。他说天上能有啥那只能有啥，剩下的统统给他下去吧。完了还要带走黄金钟，也没啥目的，就是觉得好看金贵，只有自己神的身份才配得上这稀世珍宝。这下山迪亚人和路飞不干了，说什么也得把艾尼路给捅下来。但不得不说，艾尼路的果实能力开发的是真的强，雷营随随便便就可以毁灭一座岛，包括用果实能力给自己的见闻色加 buff， 用雷野金改造变换武器，还能产生高温，能把能力作为源源不断的能源。尾田曾经在 SBS 里说过，艾尼路如果下到青海，赏金有5亿，这明显是低估了。
就艾尼路当神都当魔怔了的属性，当七武海大将给人打工这样的活，他肯定不干，这辈子都不可能打工。唯有两种结果，要么制霸一方赏金特别高，要么推进城里住单间。艾尼路当时那种设定放到现在也完全不落后，只不过路飞恰好是块橡胶，当时手里恰好有个导电的金球，打散了雷影，秒掉了艾尼路，确实有些剧情杀。橡胶可以让艾尼路无法元素化，那个金球的前端路飞的拳头正好是露出来的，艾尼路可太倒霉悲催了。不过艾尼路最后也算是收获了圆满结局，到达了心心念念的无限大地月球。总之在路飞打败的对手里，艾尼路的结局算最好的了，就是换个地方当神嘛，梦想还实现了，还有了自己的艾尼路军团，只是怨月球没有橡胶。草帽海贼团平日里的娱乐活动，在草帽团的长途航海中，战斗和冒险是一部分，平时他们也有足够丰富的团体娱乐项目。第一，一起钓鱼，这方面的高手乌索普和路飞，只是路飞的钓鱼方式总是很奇葩，能想出来用毛刷或者索隆的杠铃来钓鱼，在船边经常可以看到路飞、乌索普的身影。众所周知，船上有几个吃货，尤其是路飞他自己，仓库里的食材经常一贫如洗。乌索普呢，毕竟他最喜欢吃鱼类，早就练就了一手钓鱼才能，一伙人钓一只大鱼上来加餐也是经常有的事儿。不过根据情况的不同，像布鲁克、乔巴他们也会加入进来。第二，打牌、下棋等益智类游戏，这方面的高手是罗宾。罗宾可以说是制霸棋牌游戏，连胜69局，赢麻了都。弗兰奇怀疑罗宾作弊了，但没有证据。不过以罗宾的游戏才能或者果实能力，不管靠哪一样都可以立于不败之地。在娜美和山羊老头的棋局中，娜美连船都输掉了，罗宾力挽狂澜，反败为胜。罗宾最开始就和乔巴走得比较近，他俩还一起玩类似大富翁的游戏以及翻花绳游戏。第三，模仿秀，这方面的高手是路飞和乌索普。在模仿伙伴这件事上，路飞模仿过索隆打瞌睡后刚醒来的样子，模仿过山治质问路飞是不是你偷吃了肉的那种表情。当时山治不在场，在空岛，路飞又模仿山治，结果这回没有逃过被山治一顿暴打。还模仿过乌索普，以及配合罗宾模仿乔巴。乌索普将罗宾的神态模仿得惟妙惟肖，出神入化。在阿拉巴斯坦还模仿过老沙。这种模仿小游戏在路飞、乌索普、乔巴他仨这小圈子里非常流行，甚至还把乔巴给带坏了。乔巴后来非要模仿乌索普那种奇怪的嘴型。另外，青雉把路飞冻住那件事儿，不仅没有让他畏惧，路飞还用面粉模仿自己被冻住的样子，等等等等。第四，水枪大战，草帽团全体成员都会参加的一项游戏，嬉戏打闹，一波混战。不过索隆和山治总会因为各种原因单挑对线，这方面的高手是圣平、罗宾、弗兰奇。弗兰奇能把自己改造成水炮战车，罗宾自带加特林属性，他俩是高手，那圣平就是个无敌挂，一个海流过肩摔，一船人都得飞了。第五，浴室大作战，乔巴虽然有和娜美、罗宾一起洗澡的特权，不过乔巴更喜欢和男生们洗澡的时候一起玩，可想而知，只要有路飞、乌索普在，男生们洗澡的时候注定不会平静。第六，购物，草帽团在存款上一波三折，娜美和路飞经常爆发存款攻防战，虽然不是大富特富，但也不算是一穷二白，给大家去买些东西的钱还是有的。购物是件很开心的事情，娜美到一个地方对路飞他们来说，最开心的事情就是娜美要例行发给他们零花钱了，买一些零食，去玩一些好玩的东西。对娜美来说，最开心的事情就是去买衣服，准确的说是去白嫖衣服。娜美会和罗宾一起逛街，到处购物消遣。第七，追逐打闹，路飞、乌索普、乔巴在梅利号上就经常这么玩，时常被娜美教训。路飞、乌索普还会在甲板上堆雪人，他们对很多事物充满好奇，为了抓一只金色的独角仙，可以跑遍桑尼号上所有的房间，从甲板追到桅杆，精力无比充沛。第八，培养一些闲适的爱好，在桑尼号上这一片草坪甲板非常宽敞，大家可以在这里晒晒太阳、打打球，后面是一片后花园，这里有娜美的橘子园、罗宾的花坛和乌索普培养的植物，每天跟花花草草打交道，心情肯定也会很好。第九，大家一起听音乐，受到红发的熏陶，路飞觉得海贼不就是要唱歌跳舞嗨起来吗？也一直想要一个音乐家。布鲁克加入后，夕阳西下，大家一天的工作告一段落，放下手头的事情，可以躺在甲板上，微风拂面，沏一杯热茶，听一曲宾克斯的美酒，又或者在冒险途中，神秘有趣的森林里，听一首去见猫腹蛇老大，堪称是灵魂上的享受，心灵上的洗礼。第十，开宴会，路飞受到红发的影响，伙伴们又受到路飞的影响，草帽团最少不了的就是开宴会。在经历大战后，通常都是和当地人举办一场盛大的宴会，平时草帽团内部也少不了一起吃吃喝喝，敌人追到眼前了，或者大战在即，这都不能浇灭路飞对开宴会的兴致。总之，这也只是一部分，还有很多有趣的冒险和经历，这一船人在大海上也一定不会感到无聊。索隆觉醒霸王色的历程，在1033话全图情报中，索隆在和晋单挑期间，百兽海贼团的人试图攻击索隆，结果他们倒地失去了意识。不仅如此，最重要的是，索隆3把刀上都出现了黑闪拉丝，参考罗杰白胡子刀上的效果，所以索隆有霸王色且能缠绕基本已经实锤。
这是鬼岛之上第3次明示索隆会有霸王色，而且是逐次递进。索隆能觉醒霸王色，并快速出现霸王色缠绕，也并不突兀。更三郎曾经的教导和研磨这把神装的及时帮助是必不可少的。但总结来看，索隆2年后一直蕴藏着那种让人恐惧的气势，只是没有契机，只要有了就厚积薄发。虽然之前索隆和霸王色并没有直接明确的关联，但那种气魄倒是时有发生。在冰火岛，索隆用出2年后的新招式一刀流大陈汉，把雪女莫奈劈成了2半，但莫奈没有被真正的砍伤。首先通过达斯奇的话，索隆没有用霸气，只是将敌人震慑到无法自由活动，就是直接瘫软了，让人有一种绝望的恐惧，和路飞当初震晕迪巴鲁的牛差不多。这时候索隆身上就已经有了一种能让敌人产生恐惧的气魄。雷利曾经说过，霸王色虽然不可以习得，但有这个资质的人会随着自身气魄而增强。可以看到索隆的气魄是不断增强的，和路飞差不多，一开始只是头牛，直到在女儿岛和顶上战争中大爆发。所以只需要一个契机来觉醒，成熟的霸王色出现在索隆身上也并不突兀，甚至可以快速掌控自如。佐乌之后索隆就掉线了，到了和之国，对索隆身上气魄的那种烘托是一波接一波。首先说索隆身上气魄有点东西的，不是在鬼岛，在博罗镇。向普利士普岛说，那个浪人身上散发着一种不同寻常的气魄，然后觉得惹不起。到了鬼岛，奎因释放冰鬼病毒后，称之为是一场游戏，索隆就怒了，吼道：我可不是为了这种无聊透顶的游戏才来这座岛上的，我是要来砍了凯多的。随即索隆身边产生剧烈震动，伴随一些石块的坠落，布鲁克和凯多的手下纷纷将源头指向索隆。布鲁克怀疑是索隆干的，索隆这里是明确否认，然后就是9刀流砍伤凯多。凯多进一步将霸王色的话题指向索隆，这个时候索隆的言语好像有点变化了，从明确否认到难以置信，就是那种啊是吗？我居然是个路痴，我自己怎么不知道？之前索隆被禁压之后，研磨开始暴走，疯狂吸霸气。现在索隆说，我该怎么办才能让霸气稳定下来？如果继续释放这么多霸气，最后会没命的。不，就这样，你要多少我给多少。因为索隆想到了更三郎和一本松的话，要了解刀并无畏地驾驭它，而刀也会选择他认为适合的主人。此刻研磨正在考验他，然后冲过来的凯多手下被震晕，很有可能是索隆自己和研磨一起把原本就有的霸王色给激发出来了。而后晋说了一句，你真的想成为王者吗？晋能说出这句话，说明也是被索隆的气魄给惊到了。接着索隆的刀上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黑闪拉丝，索隆说，当然这是我和船长以及朋友的约定。在动漫中，动画组也给索隆加了一些这方面的戏，比如在赌场里用大陈汉震晕了几个出老千的赌徒，在鬼岛会场内更是用了和释放霸王色一模一样的操作。从现实的角度来说，索隆这时候要是不觉醒点什么，真的打不过劲。从情怀上来说，雷利是海贼王的副手，索隆是未来海贼王的副手，两人眼上和胸口上都有伤疤，都是船长的第一个伙伴，都是剑豪，都爱喝酒，既满足了尾田的对称强迫症，也满足了广大海迷多年的期待。而且能有足够实力驾驭研磨的光月玉田也是三色霸气。目前索隆也在思考让研磨承认自己的方式，所以索隆有霸王色是大势所趋。当然他也成功让研磨认可了自己，打败岩斋进恐怕只是时间问题了。海贼王中的师徒，海贼世界中很多人也都有自己的恩师，徒弟日后的成就也离不开师傅当初的指点，毕竟名师严师出高徒在海贼王中还是很常见的。路飞的师傅雷利和冰野，路飞被红发带上道后，这一路上跟着很多人学了很多东西，如果都算上，像布鲁诺、明哥、卡尔、凯多等等都算老师。在动画原创中，路飞小时候还曾经拜师挑战过罗杰，但败于罗杰的高手老头纳格利。但要说真正意义上传授路飞技能的恩师，只有雷利和冰野。雷利海贼王罗杰的副船长，精通三色霸气，雷利的霸气课程也让路飞清楚了什么是霸气，并熟悉了如何灵活使用霸气，包括果实能力的精进。2年后的路飞脱胎换骨，2年前3大主力合体技才能击倒的和平主义者，这次路飞轻松一拳秒。修行期间，前1年半是雷利指导，后半年路飞自行修炼。雷利说他已经是倾囊相授了，但是2年修炼期间，路飞能学会的东西还是很有限的。路飞那会儿实力不足，能学多少学多少，很多东西需要进入新世界，面对更多的对手去领悟。所以一直到和明哥、卡尔等人对决，到之后在和之国再次见识到流鹰，路飞都会想起师傅雷利的教导和操作。再加上冰爷无私传授流鹰的技巧，有足够底子的路飞终于学会了如何更为强有力的对霸气的操作。所以路飞能一路走来，直到和可爱多平分秋色，快速掌握霸王色缠绕，并不是开挂，是雷利和冰爷的教导功不可没。索隆的师傅双月更四郎和鹰眼，更四郎是索隆最早的剑术老师，并同意将女儿古伊娜的河道一文字托付给索隆，索隆会带着古伊娜的那一份去追逐梦想。鹰眼和索隆这对相爱相杀的师徒，从对手到师徒，但鹰眼一直是索隆要超越的目标。鹰眼最初的那句话，试着超越我吧，罗罗诺亚，就足以看出鹰眼对索隆的认可。再到索隆拜师鹰眼，坚定的信念更是让鹰眼愿意收起为徒。
索隆2年前各种消耗战，2年后经常一招秒。鬼岛之上更是越级打怪而表现出色，足以侧面看出鹰眼的实力并非高估，而是世界第一剑豪，实至名归。在狂热行动中，鹰眼又在索隆面前上了一课。至少现在，索隆和师傅鹰眼之间还存在明显的实力差距。萨博的师傅蒙奇蒂龙和巴索隆米熊，10岁的萨博被龙捡到，此后一直在革命军，年纪轻轻就成为了革命军2把手，在德雷斯罗萨和大将藤虎打得难解难分。在圣地玛丽乔亚，为了救出熊，率领3个革命军军队长和藤虎绿牛等人开战，并且可以打到大将受伤的程度。尤其是那龙爪，应该是跟龙学的，霸气强度实属顶级。毕竟萨博小时候就开始受龙和熊的指导，实力突飞猛进。有这2位大佬做师傅，萨博的实力能拖住1位大将并不意外。科比和贝鲁梅伯的师傅卡普的孝子孝孙没一个是跟自己走的，直到喜提别人家的孩子科比，自家的孩子要有这理想，卡普做梦都能笑醒。当年那个胆小鬼科比，现在已经变成了可以独当一面的海军将领，而且他的见闻色很强，在霸气持续变强之外，也精通体术，目前展示过 T 越步拦脚。2年前各方面只能说是半吊子，2年后科比对体术的掌握已经很熟练了。曾经地主家的傻儿子贝鲁梅伯，仿佛就跟换了个人似的，从那种纨绔的形象变成了一名真正的海军，同样也有见闻色霸气。看来被人追着揍，真的能觉醒见闻色霸气啊！这一点在小一万以及人妖军团和山治身上也能看出来。小一万他们作为山治的进阶师傅，虽然山治自称是地狱的回忆，但山治2年后有了很多更强的范围性招式，有了月步、海行步，有了更快的速度、更强的见闻色，这都离不开师傅们特殊的教导方式和步步紧逼，包括提升了山治的厨艺。当然，山治最重要的师傅还是哲普老板，不仅教会了山治踢技更为精湛的厨艺以及厨师道等等，甚至还给了山治第2次生命。泽法和3大将以及一众海军将领，泽法是最成功的老师，但也是最可怜的老师。对海贼的痛恨和对海军的心灰意冷，让他走向极端。虽然这些学生有的流泪，有的致敬，但一个个的动起手来那是真诚实。黄猿最后的一声撒尤那拉泽法先生，一招不描边的8尺描边玉，表达了对泽法老师最后的尊敬。乌索普的师傅海克利斯教会了乌索普植物也可以用作强大的弹药，并帮他精进狙击技术。娜美的师傅哈雷达让娜美学会了更先进的气象科学，让娜美能够精进自己的气象武器。罗宾的师傅科洛巴博士、龙以及革命军成员，同年罗宾跟克洛巴博士学习历史考古学，奠定了罗宾出众的历史功底。2年期间，在龙那里应该是学习一些情报能力。弗兰奇的师傅汤姆，罗杰海贼团的奥罗杰克逊号就出自汤姆之手。汤姆很早的就收养了弗兰奇，对弗兰奇来说如同父亲一样，也引领弗兰奇施展在发明上的天赋和才能。贝加朋克也算弗兰奇的半个师傅，虽然没见过，但2年修炼期间，弗兰奇到了贝加朋克原本所在的研究所，发现了很多图纸和文献，对弗兰奇来说也算是和贝加朋克博士隔空对话吧。乔巴的师傅希鲁鲁克和朵莉尔姨娘，希鲁鲁克救了乔巴，给了乔巴帽子和名字，以及一心向善、敢于冒险的希望。希鲁鲁克把乔巴当成自己的儿子，希鲁鲁克的死也让乔巴立志成为一名医生，坚定了要研发万能药的梦想。朵莉尔姨娘收留了乔巴，和希鲁鲁克一样，把乔巴当成自己的儿子，并传授给他顶尖的医术。在乔巴离开刺骨岛的时候，朵莉尔姨娘用希鲁鲁克生前的发明，完成了樱花的奇迹。漫天的粉红雪花为乔巴送别，这就是希鲁鲁克想让刺骨岛开满樱花的愿望。他总是天真梦幻，但他传达的意义却那么真实有力。乔巴看到希鲁鲁克的愿望实现了，也了却了乔巴心中的遗憾。功夫海牛的师傅路飞，这是路飞在阿拉巴斯坦的意外收获。海牛徒弟们始终追随师傅路飞的步伐，后来组建了海兽海贼团，正式出海，甚至还会了武装色霸气。看到师傅路飞的消息也是非常激动，还模仿路飞的叉叉八。海贼王中还有很多类似的这种关系，他们如同父子或者如同兄长，同样也是传授某些东西的引路人，未必都是教授战斗技巧，是那种能让他们敞开心扉，让被世人讨厌的他们有一处温暖的安身之所的安全感，再或者也是一种意志的传承和寄托。老沙的55开实力，老沙的脸上虽然没有写字，但一道伤疤把脸均匀的一分为二，他脸上可是写满了55开。老沙的55开并非是说他从没有输过，是他跟谁都能过2招，虽然没有主角光环，但没有什么人是他不敢打的，还专挑榜上有名的，关键是输赢暂且未知，气势先压一头。老沙20岁开始扬名立万，这个年纪对比有些大佬算比较晚的了，但老沙出名的跳板是16岁战平冥王雷利的巴雷特，20岁的年轻沙和19岁的巴雷特遭遇，战斗未分胜负。这场战斗不会打了太久，但也绝不会是仅仅只过了1-2招这么简单，因为老沙在打了这场关键的定位赛后，不仅声名鹊起，还引起了世界政府的注意。在8100万赏金的时候，老沙被招安成为王下七武海，战绩和名望涨得太快，然后老沙飘了，也或许是和白胡子本身就有什么恩怨纠葛，老沙直接点名挑战，不到50岁正处在巅峰期的白胡子，结果就是惨败。
被白胡子给虐了之后，老沙不仅没有畏缩，心中的不服和野心反而更稳固了。在安分了一段时间后，老沙开始布局阿拉巴斯坦和寻找古代兵器冥王的计划。然而多年之后，那个背着水桶来拯救阿拉巴斯坦的少年出现了。现在看来，老沙的败里里外外有很多原因，但不可否认，老沙输了，而且输得很狼狈。老沙既可以和巅峰白胡子过招，也可以战平巴雷特，还可以输给五党路飞，就是这么搞。但输了没关系，下次再挑个大佬把战绩给打回来。老沙的状态就是这么迷，但气质上依旧稳定乏力。老沙把监狱当成家，手下来救他，能走不走先点根雪茄。在深海大监狱再次遇到路飞，路飞很惊讶，老沙很开心。老沙的肆意搞得好像自己才是胜利者一样。出狱的老沙第一件事就是换身衣服抽雪茄，还找了个人给他擦皮鞋。终于来到了顶上战争的大舞台，老沙得赶紧冲冲分啊！没想到老沙第一个目标就奔着在他心中记恨许久的白胡子去了，但被全身沾满水的路飞打断，老沙居然收手了。所以海贼王中其实有两个非常奇怪的人，一个是遇到实力强的一个都打不过，但打路飞就来劲的斯摩格；一个是打路飞就虚，但遇到实力强的总能五五开的老沙。也就是为什么黄猿是革命军，老沙是路飞妈妈这样的梗能长久不衰的原因。顶上战争，老沙东奔西走，成为了最忙的那个人，和明哥来来回回周旋了几招，谁也奈何不了谁。期间被乔兹的闪耀冲撞给怼出了血，他低估了乔兹的移速。虽然老沙到处搞事情，但老沙整场受的伤也就这么一次。接着老沙又在元帅战国面前亮刀子，突如其来的杀刀把战国提前处刑的计划打乱。老沙在广场中央巍然不动，倒是把战国给气得不行。反正在这场战斗中，海贼方和海军方的首领老沙是二话不说都给惹到了。很快老沙又挡下了追击路飞的鹰眼，老沙当时心情非常不爽，再加上鹰眼砍了老沙的小弟在先，老沙可看不得鹰眼这么嚣张下去。鹰眼是世界第一剑豪，但老沙是五五开啊。很玄幻的是，之后鹰眼再也没有出现在路飞的面前。四皇、元帅、七武海都怼过了，还不完美。就在大将赤犬准备一拳了结甚平路飞的时候，一把杀刀将赤犬拦腰斩断，一手杀爆将路飞甚平的命保了下来。然后老沙说出了那句让自己人格魅力升华的那句话：守りてえもんはしっかり守りやがれ。これ以上こいつらの思い通りにさせんじゃねえよ。赤犬直接人傻了，不是因为这招给他造成了什么伤害，而是赤犬惊讶道：你是怎么敢的？老沙表示：白胡子我都敢，你是哪点比白胡子强吗？之后在新世界的老沙其实很惬意，每次登场都在看报纸，而且好像还有了新的手下，看来又在新的地方当老大了。不管老沙是看报王我当定了，还是准备再次出山，总之期待老沙的下一次任性登场。索隆2年前后的血条状态。索隆2年前血条没怎么满过，2年后血条没怎么掉过，除了在鬼岛和双四皇打团这种不可避免要受大伤的硬仗，2年后的索隆几乎都是保持着衣服微脏最多小伤的状态，并不是敌人很弱，而是索隆的实力绰绰有余。2年后与之对位的敌人对索隆的威胁还不如一个十字路口对索隆的威胁大。跟路飞出海那会儿，开局顺也不顺，虽然很早的遇到了鹰眼，但也很早的被虐爆。触目惊心的刀疤代表着索隆坚定的信念，永远的烙印在索隆的皮肉之上。在小花园为了摆脱三哥的蜡烛禁锢，差点是自己把自己的双脚给砍下来，从此索隆的双脚脚踝上又多了2道伤疤。在阿拉巴斯坦，索隆先是被 Mr. One 给剐了一顿，白上衣见怪不怪的被鲜血染红，但索隆凭借顽强的战斗意志觉醒了斩铁的力量，其实就是霸气的雏形，浴血奋战，艰难战胜 Mr. One。 在空岛和山地亚战士布拉哈姆战斗期间，为了弥补自己攻击距离有限的短板，首次用出为天空战而生的烦恼缝系列技能，威力更强，攻击距离更远。索隆得以连续击败山地亚战士和神官欧姆，轻伤进入决赛圈，但接着被艾尼路给电麻了，受伤昏迷。在水之都和 CP9 爆发了小规模冲突，索隆连吃卡库3下纸枪，和路飞一起被路奇双双打飞，后面一个卡墙缝里了，一个卡烟囱里了。不过在司法岛决战时，两人也双双复仇，索隆首次用出鬼泣9刀流打败卡库。在恐怖3维帆船的最后，索隆仅凭血肉之躯吃满了熊在路飞身体里抽出来的满额伤害，导致血条爆炸，连动不动就能放2斤血的山治见状都惊呼这他妈什么出血量。不过索隆巍然站立，直言什么也没发生过。在香波地，索隆看似已经痊愈，但遇到和平主义者的时候，心理创伤外加肉体创伤一起复发。山治发现索隆之前受伤太重，根本没有痊愈。在这种状态和痛苦下，索隆还要战斗，还要躲避和平主义者的各种激光炮，最后被大将黄猿的激光洞穿身体，失去反抗能力。被拍去暗岛的时候，索隆已经是重伤不起了，看样子是昏迷了2-3天。2年前索隆人在塔在，都是血条不空不离岗，在暗岛也没闲着，伤未痊愈就跟狒狒开始打了。之后索隆拜师鹰眼，经历了2年的修炼和名师辅导，索隆的实力迎来了一波大幅增强。
2年后连战连捷，香波地面对和平主义者3大主力根本毫无压力。在渔人岛，索隆用刀柄防御之类的，秀了很多骚操作和新技能，在水中一刀虐了霍迪琼斯。虽然后来被嗑药的霍迪琼斯抓住，但索隆肺活量再大也顶不住一直在水里，只能说是水限制了他。后来秒了号称渔人岛第1剑客的暴藏，在冰火岛一刀击垮雪女莫奈，在德雷斯罗萨面对全身武装色的石头怪皮卡，索隆终于稍微认真了一点。但是绑头巾、摆 pose、诗歌朗诵、切豆腐用了20分钟，秒皮卡的武装色真身用了1秒。索隆用实力证明武装色的差距可以有多大。在和之国也不能说是血条一直满的，反正皮外伤压制霍金斯，被捅了一刀打败基拉，被音波刮了一下，后来一刀砍翻阿普。除了和四皇团打，以前那种用各种技能去耗的战斗几乎没有了，基本都是一招或几招内解决，要不就是试探一招不打了。2年前随便一场硬仗放的血，都比2年后以上这些战斗加起来放的血多。去挡双四皇的合体技是索隆2年后第一次受重伤，毕竟扛的可是俩四皇啊，不受个大伤说不过去了。不过好在也嗑药嗑起来了，爬起来继续和劲打。所以有一句话也很适合索隆，赢过输过，但就是没怂过。6大皇团2把手实力排名，第6名索隆。索隆进步神速，尤其是拿到炎魔之后，在鬼岛挡了1秒大妈凯多恐怖的合体技，全身重伤的情况下爬起来再一次砍了大妈的普罗米修斯，并用出9刀流砍伤凯多。经过一段时间的休养并吃下特效药后，索隆又爬起来了，和山治一起将劲和奎因掀翻在地。索隆目前正在和劲交手，显得有些被动。第5名卡塔库利。卡2真的没有什么弱点，只能说登场过早，当时路飞还是被四皇一拳打飞的水平，高阶3色霸气都还没入门，后面稍微领悟了一点高级见闻色，却把卡2逼出90%的实力，加上越到后面实力就会越通胀，卡2排名吃亏就吃亏在这种落差上。客观来说，全场下来卡2一直是压制路飞的存在。后半段卡2打的不是那么游刃有余了，除了路飞在进步之外，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卡2太实在了，自己给自己那一下也太狠了点，人格魅力是出来了，但伤了一颗腰子的卡2挨了路飞的几套重拳后，体力、心态各方面明显下降，直到最后卡2也是输在了路飞的意志上，要打下去真的还能打。海贼2把手里有霸王色的并不多，不算洛克斯海贼团那种 bug， 也就雷利、卡2和索隆。霸王色缠绕这个设定稳定后，卡2的实力又有了很大上升空间，之后能保3争2，但目前的话就先这样吧。卡2见闻色更是登峰造极，加上能开动能变形的果实能力极为灵活，给卡2安排一个没有光环的同等级对手，想让卡2输很难。第4名劲。劲现在正在略微压制索隆，但目前总体上来看，劲全场的表现除了肉确实有些平庸了。索隆、马尔科这种2把手对位大将四皇虽然打不过，但也有来有回。相比之下，即便劲是为了打辅助，可先是被一心多用的马尔科揍了一顿，被拖住，现在又跟索隆在这里拉扯，打平级的对手还打得略显被动。当然这也并不代表劲真的就差马尔科那么多，因为马尔科是用自己的各种形态，包括部分兽化以及最强形态兽人形态打劲的人形态。劲被揍了一顿不奇怪，毕竟劲的兽人形态和全部实力还没展示，但鬼岛大战已经进入收尾阶段，其实劲就算展示了真实实力，也不足以逆转战局，大概率会被索隆继续牵制，甚至最后成为索隆冲击10亿加赏金的经验包。严重怀疑尾田的小心思是一开始让索隆在双皇面前有足够多的亮眼表现，是为了让索隆之后顺理成章的单刷劲，毕竟在和之国主角团的成长速度比之前快的不是一点半点。总之劲当然不弱，但也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强。第3名宇之溪流，在黑胡子海贼团里实力上算是普遍认同仅在黑胡子之下的定位。溪流牌面上没打过什么硬仗，最多是跟随黑胡子碾压白胡子残团，只有一句话，就是溪流的实力和麦哲伦齐名。那路飞2年前在大将面前有多一触即溃，在麦哲伦面前就有多不堪一击。但路飞找到与其周旋的办法后，麦哲伦的实力倒还没有那么夸张，但也有将皇段位边缘的实力。溪流对标麦哲伦的话也合理，毕竟是大后期要跟索隆对位的这么一个人选，这个实力成长空间应该是留在了溪流身上。第2名马尔科，3大将包括四皇大妈都轻易重创不了马尔科。鬼岛上一心多用的马尔科，在极其困难需要消耗大量体力的处境下，短暂压制劲和奎因，最后体力不支倒下了。结果当劲想攻击索隆他们时，马尔科又飞起来了，原地挡住了劲，好像在说哎呀我不行了，我倒了，哎我装的我又好了。其实这几个人的实力差距很微弱，如果满状态的马尔科和以上几个人分别单挑，马尔科的体术霸气短时间内倒并不至于重伤对方，但一套爆发短暂压制或缠住没什么问题。而马尔科最 bug 的地方不在这儿，而是恢复能力。第1名贝克曼，有双皇团之称的红发海贼团的2把手，在设定上贝克曼是真正意义上的皇父，实力一直跟红发挂钩，比如生命卡里红发是太阳，那贝克曼就是月亮。还有贝克曼智商非常高，实力比肩红发什么的，
还有开会王所说的，差不多就等于官宣，红发团是悬赏最平衡、实力最均衡的铜墙铁壁海贼团。获得了双果实的黑胡子极度膨胀，在红发面前却也只能从长计议，明显气虚一截。可见红发团整体实力并非水货。那红发独臂挡白胡子挡赤犬是正儿八经的四皇实力。由此可见，二把手贝克曼应该是目前的第一皇父。一直没有用出过全力的大将黄猿，泽法老师说黄猿太依赖果实能力，这话没错。不过黄猿的体术底子也并不差，单臂挡住马尔科的倒挂金钩，把光速踢结合的出神入化。在香波地岛上原地金猴独立，一脚把接近4米的怪僧踢飞几十米，外加洞穿好几堵墙，一脚一个超新星的踢技实力显而易见。主要是黄猿的果实能力可以完美代替和超越海军六式。月步踢，老黄有8指镜，指枪拦脚，老黄有激光和光速踢，指挥，老黄有元素化，铁块最好不学。所以闪闪果实的确是个极品能力，不用白不用。另外黄猿的剑术也很强，但只有对付难缠的对手以及工资到位的时候才拿出来用。泽法说完黄猿太依赖果实能力，黄猿立刻把天丛云剑拔出来，意思好像是我是依赖果实能力，但也不完全依赖。随即让老师检查剑术作业，虽然也是果实能力变出来的，但看这娴熟的操作，黄猿玩真的刀剑应该也很强。还有和雷利拼剑术，雷利一直是一个剑术高手，霸气更是炉火纯青，即使是体力有些下降，整体也处在降黄段位的边缘。一开始在黄猿技能蓄力的时候还划破了黄猿的脸，但黄猿凭剑术可以让雷利难以抽身，甚至体力不支。黄猿呢，嘴上倒是一口一个好可怕，一口一个好难办，但操作起来倒是很诚实。怂里怂气的嘲讽之下，一直贯彻打一场架游刃有余、衣服微脏的原则。霸气方面，三大将的霸气都不弱，3个人的实力也非常接近。虽然三大将在白胡子面前都有狼狈的时候，但大将对霸气掌握的娴熟程度，在各种高端局里都是顶级的。黄猿最后被贝克曼一枪镇住，成为经典画面。黄猿虽没能事先察觉身后有人，但后面其实还有一段贝克曼的无奈。因为黄猿是当着他的面跳起来往海里放了个大招，然后让罗的潜艇在枪林弹雨中完美避开了所有正确激光。老黄的见闻色这得是有多牛批。虽然这是个梗，但老实说，黄猿当时调侃完直接无视贝克曼这个，至少说明黄猿并不是真的虚贝克曼，有这个底气，那也绝对不仅仅只是依靠果实能力，能与其周旋的体术霸气也是必须的。老黄的果实能力更是开发的很到位，随便抬一脚踢断香波地的第27号红树，这种树的地面部分直径至少200米起步，黄猿的一脚，藤虎的陨石，弹指间给海军增加了多少额外支出。黄猿破坏力惊人，精准度也惊艳，人对他来说目标太大，没有挑战性。几十米外射断钥匙，你说他演吧，当务之急他毕竟射断了钥匙，你说他没演吧，当务之急他居然射断了钥匙。综合来看，黄猿半认真的状态下对战老年王父雷利、老年元大将泽法都有明显优势，不需贝克曼限制马尔科，可以和老年白胡子打得有来有回，这还是吊儿郎当的状态下，颇有万花丛中过，片叶不沾身的意境。如果黄猿也跟赤犬来一场生死局，黄猿不至于会输，能赢的机会比青雉要大。跟泽法打的时候，黄猿曾调侃泽法太慢了，老黄还真就不怕一些爆发高和力量强的对手。黄猿身手非常灵活，他的元素化比赤犬青雉的更高级一些，主要是躲得贼快。比如泽法把爆炸盐扔黄猿脸上，技能吟唱的时候被白胡子劈了一刀，但都完美躲过，没有受伤。跟黄猿打，果实能力强似乎作用不是很大，能极大威胁黄猿的应该就是巅峰雷利、红发、贝克曼，类似这种战斗智商以及霸气顶尖的对手，主要是要有能匹敌他速度的见闻色霸气。船长路飞有哪些功能？罗宾、乌索普有才艺，路飞也有，只是路飞会的这些东西又奇特又沙雕。第一，花手螺旋桨，因为橡胶体质，路飞是个摇花手的高手，甚至可以原地起飞的那种。曾经在环岛皮划艇比赛中，路飞就可以把手臂拧巴拧巴充当螺旋桨，一瞬间的爆发力羡煞旁人。但毕竟是果实能力者，泡在水里会没力气，只适用于阶段性的短距离冲刺。第二，橡胶炮台，当时路飞跟陆琪打完筋疲力尽，面对密集的炮弹，索隆和山治索性懒得打了，默契的拽起路飞，这就是路飞的正确使用方法，橡胶发射器。这种骚操作被乌索普吐槽为简直是魔鬼。第三，人体气垫和安全气囊，路飞的技能气球实在是太实用了，可以对付多种碰撞和坠落的情况，路飞多次充当安全气囊，完美化解了危机。另外，路飞的气垫很有弹性，也有帮助伙伴腾空和让伙伴有更多的发挥余地。第四，橡胶电梯，路飞搂着好几个人，自己开开心心的从高空坠落这种事已经不足为奇，但他有自带的安全气囊，可以让大家有惊无险的落地，下来的快是快，不过这种跳楼机的过程，人在往下掉，魂在后面追，其他人是真受不了。第五，人体防弹衣，普通的子弹即使打到路飞身上也没什么用，路飞可以轻松接住子弹的威力，并且再反弹回去。
防弹衣功能开局就为保护索隆而展示过，而且3档状态下的汞气球非常坚硬，子弹打他身上更是浪费。第7，人体避雷针。路飞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绝缘体，娜美就曾和路飞在雷鸟身上一起搞出了一种奇怪的坐姿，这样也正好可以避免被带电的东西误伤。第8，橡胶搭桥术。娜美可以说是非常了解路飞身体的人，看到断崖后紧接着就示意路飞，路飞也心领神会，直接就搭出一座橡胶桥，而路飞的手臂可以伸得更长，能在挺远的距离间搭一个桥。第9，橡胶挂臂术。由于橡胶体质，路飞可以在角度非常刁钻的地方挂在那里，当然也要配合手指和脚趾倔强的咬合力。当时在水之都，路飞他们被人追捕，3个人就这样躲在桥底下成功避开了危险。第10，救死扶伤手。除了能搭桥，路飞伸长的手臂屡屡可以把人从危险中拉到另一个危险中，距离远速度快，就是有点费索隆，而且通常来说只负责把人给捞出来，落地后是不是活的这方面没有售后服务。第11，绑了卖钱。这是工具人路飞的究极奥义功能。当时山治为了给娜美买纸，就把悬赏1亿贝利的路飞给绑了，准备拿去换钱。所以纵观路飞的方方面面的功能，朴实无华但异常实用。用索隆山治的赞叹就是，这真不愧是我们的船长。海贼王里那些奇奇怪怪的交通工具，罗宾的那只龟，当时罗宾在老沙手下做事的时候，初次登场，居然坐着一只很大而且还叼着烟，很气派很拽的龟。这只叫胖胖的龟，戴着一顶牛仔帽，而且还加装了垫子毯子什么的，坐上去非常舒服的样子。罗宾的出行工具当时让草帽一伙很震撼，这只龟除了能当船还能拉车。后来罗宾还派胖胖龟去把巴洛克工作社成员接来雨地，简直是水陆两栖多功能出行工具。骆驼和斑加蟹，骆驼当交通工具虽然不奇怪，但这只骆驼只肯驮女人不肯驮男人，即使被暴打一顿也宁死不屈。后来骆驼睫毛帮忙找来了好朋友斑加蟹，帮助草帽一伙前往阿拉巴斯坦首都。而且这只被叫做剪刀的斑加蟹，它还有一个隐藏技能，隐藏技只有女生才可以触发，发动后它的速度会更快。另外功夫海牛也能发挥拉船工的作用，因为斑加蟹是沙漠动物，也不擅长水性，所以很快就沉下去了。这时出现了一只吃人的大鲶鱼，危难关头路飞的徒弟们功夫海牛又出现了，暴打了大鲶鱼，并且组队将载着草帽一伙的大鲶鱼拉上岸，成功渡河。卡鲁亚和超级卡鲁亚军团作为薇薇的小跟班，卡鲁亚在一路护送薇薇的工作上立下汗鸭功劳，而且手下的其他快跑鸭也为草帽一伙发挥了骑兵的作用。海牛某某曾是阿龙手下的战斗员，2年后成为卡里布的拉船工。作为交通工具，虽然动力澎湃，但却很胆小，主要是被路飞山治给打出了心理阴影。再次遇到路飞他们，然后就扔下老大自己跑了。水之都的布鲁是水之都当地的特色出行工具，布鲁长得非常像马，当时娜美他们花了2000贝利租了2只。另外弗兰奇那里还饲养了2只体型很大的帝王布鲁，还有强者世界里变异雷鸟比利。因为路飞是橡胶体质，所以当时就出现了路飞骑在鸟上，娜美骑在路飞肩上的神奇乘坐方式。后面比利在路飞和金狮子打斗时也帮助了路飞。鹰眼的装了风帆的棺材，这种神奇的出行方式足够奇特，但要是没风的时候他又没桨怎么办？那只能是镜头没到他的时候，就在人后面拿黑刀叶疯狂划船，镜头到他的时候就立刻翘起2郎腿摆出霸气坐姿。还有一些人更加奇特，他们利用自己的能力搞出了各种出行工具和方式，比如种果实的藤虎，用自己的能力可以坐在一块浮起来的土地上，并且藤虎可以打出横向的那种力，那应该可以前后移动的，在半空移动应该不会堵车了吧？这跟金狮子有点像，金狮子也是将一大块土地飘起来作为自己的战舰。大妈的霍米兹除了普罗米修斯和曾经的宙斯是大妈的专属座驾之外，布林那条阿拉丁神灯款的飞毯也是大妈用能力赋予的。还有娜美用大妈的生命卡发号施令，让巴姆大王成为自己的交通工具，载着草帽一伙试图逃离大妈的追捕，但最后被普罗米修斯烧掉了。明哥的线果实，他的线可以勾住物体，非常灵活地控制自己在空中的位置，甚至明哥把牛顿的棺材板给捆牢固之后，可以用线勾住云，从而达到高空飞行的目的。轻质的自行车，他的自行车本身并不奇怪，但轻质用能力开发出了海上自行车的玩法。黄猿踩着炮弹空降香波地，看来大将们很是喜欢搞出这种花里胡哨的出行方式。还有艾尼路可以用自己的能力发电作为动力的方舟箴言，巴基的巴基四驱车，亚尔丽塔的人体滑板，贝基的坚城果实把自己的双腿化作履带，加上他身体里本来就可以装人，他自己完全就是一个极其方便的出行工具。总之海贼世界里除了一些人会飞之外，不会飞的也可以用各种千奇百怪的方法开发出奇特的交通工具。